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开局只有一间避难所。扩建、种田、行商，唯一的目的就是活下去。来自异世界的穿越者们，欢迎来到我创造的世界。现告知以下事项：我创造的这片世界有着众多环境各异的地区，而你们所处的便是沙漠之地。如果想要获取物资，你们可以通过击败野外魔物去获得。但是注意了，一定要小心极端的气候灾难，亦或者是魔物围攻，那是阻碍你们活下去的头等难题。需要注意的是，每个避难所内都有一台终端机，你们需要藏好它，保护好它。终端机一旦被摧毁，你们也将失去玩家的身份。最后，祝你们游戏愉快。随着宏伟的声音消散，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声音，竟然是激活了3消合成物品升级品质的能力，而且随着使用次数增多，这个能力也会得到提升。我去，什么情况？我这是激活了外挂吗？居然能遇到这种好事！回到避难所，我找到了创世主之前提到的终端机。值得注意的是，这玩意儿居然也要充电的哦！激活避难所终端需要一颗晶核。这晶核是什么东西？晶核，击败魔物获取的道具，可用作基础能源，或者用来升级避难所以及兑换物资箱。用晶核兑换物资箱，原来如此，这就是创世主所说的兑换物资的方式了吧？得知了晶核的作用以后，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我便来到了野外，准备狩猎魔物。运气不错呀，这晶核它不就来了吗？等下，什么东西在那里？我操！你谁啊？干嘛抢我的魔物？啊哈，怎么这里还藏着个人呢？要不大兄弟，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不如我一命偿一命，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这尼玛，这难道就是上赶着送来的免费劳动力？看他这穿着也不像玩家的样子，应该是这附近的土著吧？小兄弟，要加入我也不是不行，不过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的魔物都会发光的吗？我操！烤肉，我的烤肉没了。这是什么情况？魔物怎么消失了？难道要获取食物只能通过晶核去兑换吗？小兄弟，你先别哭，烤肉会有的。真的吗？你只管放心就好了。说起来，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你叫什么？星期五。我操！星期五？没错。我觉得你不应该出现在这沙漠的。此话怎讲？我觉得你应该流落在隔壁荒岛求生。啊哈！好了，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你的烤肉，我们赶紧出去打猎，争取在天黑之前能刷多少晶核是多少。好的，老板。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一天，我竟激活了3消合成物品升级品质的能力，还意外获得了免费劳动力。就在刚刚，我和星期五赶在了天黑之前完成了狩猎，回到了避难所。避难所终端，我们把晶核给带回来了，我们该怎么将它转换成能源，供给给整个避难所呢？能源舱，这是什么东西？这我也不知道啊。我操！兄弟，你快看你后面。我操！我勒个擦，这里居然还有一间房间，所以这就是能源舱了吧？年轻真好啊，倒头就睡，也不知道一颗晶核做能源能够用多久。走了，星期五，兑换物资箱，吃烤肉去了。说起来，我们一共狩猎到了几颗晶核来着？大兄弟，我这里有5颗。这么多？我才2颗，其中1颗还用来功能去了。说实在的，这魔物其实也并不怎么强，只要是个正常人便可以轻松拿捏，唯独野外魔物稀少，限制了我的狩猎效率。星期五，下次出去狩猎，我们俩走一块，让我看看你是怎么狩猎的。好的，没问题。终端机，我要兑换物资箱。基础物资箱兑换需要1个晶核原胚。1个晶核倒也不算贵，也不知道这物资箱里面能开出什么东西来。星期五，咱去把晶核全兑换了。好的。趁着天还没黑，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我和星期五便抱着物资箱来到了野外。毕竟谁也不敢保证物资箱里面有什么，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在野外开箱会更合适一点。星期五，看好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操！这啥呀？这难道就是再来一次？星期五，你先拿着，不着急，我们还有箱子。我尼玛，我裂开了啊！怎么开出来的全是晶核？幸好不是破石头。星期五，你把这些晶核拿着再去兑换一下物资箱，快去快回。好的，
没问题。我这运气真不知道该算倒霉的还是运气好的。等等，我好像有隐藏能力来着，这里正好有3个箱子，我要不……思索片刻，我果断发动了自己的隐藏能力。只见一道白光闪过，3个箱子顿时只剩下了1个。哇哦，我这是合成了一个更高级的物资箱。这箱子不是只是爆率，东西也应该更好吧？想必全体玩家里面也就只有我获得过这种箱子了。大兄弟，大兄弟，快来搭把手！我操！我勒个擦！星期五，牛逼！发生什么事了？星期五，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食物、水、武器，这下全都有了。快过来，快过来！你把这个箱子也给开了。好的，没问题。大兄弟，你这个是个什么箱子？为什么和我们之前开的不一样？这可是更高等级的物资箱，可以开出更好的东西。那我可就开了呀！大兄弟，我好像开到了一张招募券。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1天，星期五开箱居然开出了一张招募券，1箱水、1盘烤鸡，还有1柄武器，成功的让我们在夜幕降临之前吃上了晚饭。星期五，说好了啊，鸡腿归你，鸡翅归我，剩下的咱对半分。老大，这玩意儿好好喝呀！那必须的。说真的，我是压根没想到，我居然在这一世界还能再喝到肥宅快乐水。肥宅快乐水，这就是这玩意儿的名字吗？老大，我还要。不急不急，以后大概会有的。说起来，星期五，你是住在这附近吗？应该是的吧。今天我在追猪猪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树，醒来以后，周边环境全变了。啊，难道星期五也是被穿越过来的？按照时间来看，说不定还和我们这批玩家穿越过来是同一批时间。我操！星期五，怎么了吗？老大，外面有一只好大的魔物。什么情况？让我看看。不要啊，大兄弟！我勒个擦！大兄弟，你没事吧？哎呀！醒，怎么没反应呢？大兄弟，起床吃早饭了。早饭？哪呢？我操！星期五，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就躺地上去了？刚刚就嗖的一下，然后再那样，再这样，你就睡着了。就离谱！对了，大兄弟，你看你后面有一个好大的球啊！阿烈烈，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晶核？1级晶核与晶核原胚不同的地方在于，1级晶核在击败士兵级魔物才会掉落。我去，这可是好东西啊！这是从哪来的？等下，我刚刚好像是被魔物给扑倒了来着。星期五，你把那玩意儿给干掉了，你怎么做到的？就嗖的一下，然后再那样，再这样就好了。走吧，星期五，我们去把这个晶核给兑换了，看看能兑换什么东西出来。没一会儿的功夫，我和星期五便来到了隔壁的能源仓，在这里，避难所将会把晶核转换成物资箱。我操！居然有2个箱子，这也太划算了一点。星期五，我们1人1个，今天晚上能不能暴富，就看这一波了。再次来到了野外，天色已经暗淡了下去。在仔细确认过周围没有魔物之后，我和星期五才放松下来。赶快的，这野外不安全。我数3、2、1，我们一起开。3、2、1。大兄弟，你快看，我又弄到一个球。我操！是炸弹，快趴下！幸好我没有在避难所里面开箱子，不然的话就危险了。这哪是报复啊，这特么的是来报仇的吧？等等，我好像开箱出了什么东西。那是大兄弟，是铁镐和铁锹，我们有工具了。既然如此，那星期五，我们今天晚上努点力，去把避难所给扩建了。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就在刚刚，我和星期五获得了铁铲和铁锹，临时决定在睡觉之前对避难所进行扩建。大兄弟，我们现在扩建的这间房间，你是准备做什么用啊？我准备向地下扩建出新的楼层出来。这间房间到时候我们做一点楼梯，用来连接这2层。用了2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和星期五累得满头大汗，总算是将这方新的空间给挖了出来。看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了。随意聊了几句之后，我和星期五便草草睡去。我去，这晚上睡地板也太难受了吧！得亏避难所隔绝温度效果够好，不然以这沙漠昼夜之间的温差，都用不着魔物动手，我自己就可以挂掉。起床了，星期五。大兄弟，让我再睡一会儿。起来干活了。好吗？老大，今天有什么安排吗？先不急，先给你把对我的称呼定下来先。一会儿叫我老大，一会儿又叫大兄弟，又叫老板的，
要不干脆你以后就叫我老板得了。哈哈，最后一批玩家已降临，聊天面板商城正式激活。我操！什么情况？商城开了。听到终端机的提示以后，我果断打开了商城，却发现此时的商城里面还没有任何东西。这看来我来的太早了，别的玩家还没反应过来呢。算了，先看看聊天面板再说。好家伙，居然有人真的刚穿越过来！还有，怎么他们都在这里要食物呢？这么看来，我的运气算好的了。不过看上去，大家对水的需求还是要更大一些。等等，我们沙漠之地的水不能喝吗？我记得就在野外有2个小绿洲来着，这也太可惜了吧！想到这里，我再次打开了商城，在交易面板挂上了2瓶水，交易的物资设置为任何食物。老板，怎么了，星期五？你叫我干什么？老板，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三明治啊！星期五，这是哪来的？就刚刚这台机器里面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星期五，快吃了吧！我没猜错的话，估计这是我刚刚兑换出来的。叔父，还有什么是比三明治更好的早餐了呢？有的话，也就只有油条豆浆了吧。说真的，我是压根没想到交易速度居然这么快。不过也对，水可是重要资源，更是有着极大的数量缺口。回到交易面板，整个玩家商城内充斥着大量的首饰珠宝，其中还掺杂着极少量的物资。这是什么情况？莫非这都是别人穿越的时候随身带的？说真的，才会用食物交易这些东西呢。在这异世界，金银珠宝什么的还没有食物有用。不过说起来，这里居然让我见着一个卷轴。基础建筑卷轴可用来建设避难所基础单元，包括空置房间、楼梯间以及过道、连廊等。看起来不错呀，这东西。而且对方开价只要6瓶水，我要不要买呢？沉吟了2秒，我还是将它购买了下来。只是片刻的功夫，随着意念移动，楼梯间便建设完成。不好了，老板，地震了，快跑啊！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2天，我和星期五在建设完前往2楼的通道之后，便准备出门打。我操！星期五，不着急，你先把武器收好。还记得你开出来的招募券吗？有点印象。怎么了吗，老板？昨天晚上因为担心食物的原因，没有把他招募过来。但是现在既然是出去打猎，当然是人越多越好。星期五，你把那张招募券给用了吧。OK。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哪里？白英雄在此。这人也不白啊！老板，给点面子，这个角色作者整了2小时才搞出来的。我操！那个小白白，主君有何吩咐？小白，我能否将信任交托于你？唯有信仰与日月亘古不灭。哎，我去，小白，我信了你的邪，你倒是快上塔！你不会是个5费稻草人在那憋堕落使者的40法强吧？但凡我早点知道，就把你给单挂得了。又一个下期魔怔了的，5费玩稻草人还不如玩螃蟹。算了，也是该我出手了，不然主君他就危险了。哎呀，主君他们人呐，怎么不见了？主君，外面安全了，可以出来了。这是什么东西？留言信，小白啊，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和星期五估计已经不在了，记得照顾好自己，勿念。PS， 回来的时候记得多带几个金盒回来。不是吧，主君，你这也太相信我的实力了吧？老板，我们就这样把白英雄丢在那里，不太合适吧？星期五你别担心，他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大概吧。你别忘了之前2个小时，虽然他一直边缘 OB， 但论实力的话，我们俩加一起也干不过他。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干什么去呢？回去开箱吧。我们现在不得不说，有了小白以后，我们狩猎金盒的效率高了不少。这才2个小时就有5个金盒了。回到避难所，星期五一股脑的将金盒原胚全塞入了能源仓，除了其中1颗用来功能以外，其他的全兑换成了物资箱。来到野外，我再次发动能力，将其中3个箱子合成为了1个。星期五，老规矩，我数3、2、1，我们就开。3、2、1。老板，你快来看我开出来了什么！我操！火鸡面，这可是好东西啊！星期五，没想到你居然能开出1箱来，让我看看。我去，居然有24包，赚大发了呀！我的老哥，这足够我们几个人吃3天的了，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去商店卖一品，
而且我还开出来了一堆木头，看来我们可以将建造避难所给提上日程了。回到避难所，我让星期五将木头放在了还没装修的避难所空间当中，而火鸡面则是藏在了2楼。星期五，怎么了，老板？你出去找一下小白，叫他回来，准备开饭了。避难所求生第2天，别人还在饿着肚子，我却用3消合成物品的隐藏能力吃上了超大杯火鸡面。我就随手一试，居然还真的把火鸡面给合成了，不光是分量不比3包的少，袋装的还变桶装的了。趁着星期五和白英雄还没回来，我缩着面打开了聊天面板，打算看看别的玩家小日子过得怎样。2天没吃东西了，谁来可怜我这个才500个月的宝宝啊！500个月，你老人家都41了，气一边气。蒙娜丽莎，我开箱出了个蒙娜丽莎，我愿意用它来和你们交换食物。哦，开箱居然还能开出这种东西！宝宝500，你那真的有世界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那是当然，你想换的话，拿一个人够吃3天的食物来和我交换，概不讲价。1包成交！我操！不是说概不讲价吗？怎么立马就答应了？我怎么感觉我踩坑了？算了，管他的，反正也就1包火鸡面而已。有了白英雄在外打猎，食物什么的我应该不缺。给出火鸡面以后，没一会儿的功夫，对方便发来了交易物品。我操！我特么的，这是啥玩意儿？去你丫的！知道不靠谱，却没想到居然可以这么不靠谱。主君，我们回来了。你们，这是去捅了魔兽的老巢吗？怎么这么多金盒？主君，信不如命，我总共带回来了9个金盒原胚，2个1级金盒，还有老板你掉的东西。这玩意儿不重要。在白英雄和星期五吃完午饭后，我们把所有的金盒兑换成了物资箱，并搬到了野外。除了2个谢谢惠顾和1个炸弹以外，剩下的10个物资箱共计获得了9立方木头、1立方石头、1桶5升装的矿泉水、1箱面包、1包种子，以及2张机械图纸、1张藏宝图。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将物资搬回了避难所。我和星期五、白英雄3人难得的休息了一会儿。老板，刚刚那一袋种子是什么种子？这我也不认识啊。身为一个现代人，9年义务，3年高中，4年大学，也没人教过这怎么辨认种子。小白，主君有何吩咐？今天下午你再辛苦一点，出去多狩猎一点金盒回来。下午我和星期五努点力，把2楼再挖几个房间出来。第一是要把终端机往里挪一挪，第二就是把刚获得的种子种下去。我看了看身后，烈日悬挂在天空当中，正是中午最为炎热的时候。奇了怪了，为什么在这沙漠之中，我并没有觉得有多热，顶多了也才30度不到的气温。走了，小白。没过一会儿，我和星期五就回到了避难所。星期五，你先下去挖洞，我过一会儿就下来。好的，老板。请各玩家注意，第5批次降临玩家24小时新手保护期即将失效，你们即将面对的是：1. 野外魔物将开始进化；2. 气候即将回归正常气候；3. 第1波工程预警倒计时启动。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2天，由于新手保护期结束，白英雄不得不提前归来。主君，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何天气突然变得如此炎热？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新手保护中提到的气候那一条了吧？看来把我们穿越到这片世界的伟力，也不希望我们刚刚降临就因为无法外出被活活困死在避难所当中。回到避难所，我让白英雄取来了之前开箱得到的1级机械图纸，在选择了使用过后，图纸露出了本来的样貌。1级制冷存储器需要8个标准金属锭、1份电子元件、1份塑料。1级农作物种植机需要1个标准金属锭、5份塑料、1份泥土。制冷存储器，这不就是冰箱吗？冰可乐、冰水、冰棍、冰淇淋，还有绿豆冰沙。光是想着这些东西就馋人，尤其是在沙漠如此炎热的环境当中，若是每次出门能多带几瓶冰水，岂不是就可以照常狩猎魔物了？想到这里，我打开了交易商城，上架了1批面包，兑换需求则是设置为了金属锭、塑料和电子元件。那些石头和木头是不能动的，未来我想要建造避难所的话，还会需要更多的食材和木材。就现在来说，也就食物还有些许富余，我可以拿出去交易。你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宝宝500，怎么又是你？是那作者懒得画新角色了是吗？你还好意思说？你给我的那火鸡面辣得我菊花疼，现在都不敢蹲坑了。你既然有面包，为什么不拿面包来和我交易？所以你有电子元件？那是当然，小兄弟，
你听我一句忽悠，在电子元件可不是基础材料，金属、木头、塑料这些根本比不了。你要交换的话，一个面包不够，那就俩。成交。我特么的，我怎么感觉我又被这人坑了 ？Much later。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成功的用面包交易过来了10个标准金属锭、11份塑料，还有1份电子元件，总计交易出去了23个面包。而现在堆砌物资的房间也是我和星期五在这段时间里面挖掘出来的。不枉我等了这么久，有了这些材料，足够我做1台冰箱和2个种植箱了。说干就干，我立马投入了冰箱和种植箱的制作当中。手搓电器，不错，距离手搓蘑菇蛋的小目标又近了一步。做大做强，再创辉煌。随着种植箱被我造了出来，我掏出了不久前开箱得到的种子，一股脑的全撒了进去。星期五，拿2瓶水过来。对了，还有你的刀也带过来一下。来了，老板。接过矿泉水，我用星期五的武器在瓶盖上戳了几个洞，仔细的将2个种植箱当中的种子全都浇上了水。星期五，这些种子以后就交给你来照看了，记得每天都要给它们浇一点水。今天只是第一次，所以浇的多一点，以后每天你看着土壤的湿度来就好了。星期五，我们走，把水放进冰箱里，今天就能喝冰水了。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别人还因为40度的高温被困在避难所的时候，我已经制作出了冰箱，带着冷冻好的冰块和冰水，追寻着藏宝图的标记，踏入了沙漠当中。我的个乖乖，这沙漠里面居然有这玩意儿！星期五，小白，我出去一趟，趁着天还没黑，我去藏宝图上那个标点转一圈。我们手中的水资源还不算多，不足以支撑我们都走出避难所，所以就不带你们了。不过有一个任务交给你们。老板，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吗？星期五，我们现在既然有了冰水，大可以去商城上面看一看。我出去这段时间，你们就用冰水和冰块去和别人交易矿泉水，看看能不能多弄点水来。交代完事情之后，我马不停蹄地朝着沙漠当中走去。现在我在沙漠当中待得越久，消耗的水也就越多，我得快去快回，反正那个地方也不远。徒步前行了1个小时过后，我翻过了最后一座沙丘，沙丘的背后赫然是3座巨大的金字塔。我操！金字塔，我没看错吧？这藏宝图居然标注的是一片这玩意儿。不一会儿的功夫，我便跑到了金字塔的底下。虽然说金字塔是法老的墓室，越大越能展现那个时代的国力，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大吧？因为找不着金字塔的入口，我随便选了一个方向向前走去，打算先围绕着走上1周，看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却是不曾想，脚下一空，竟是陷入了流沙当中。哟呵，今天看来不用回去吃晚饭了。爪子情况，我居然还活着！我这是来到了金字塔的下面，看起来也不像啊，反倒是更像在悬崖上的某个洞窟。看看太阳，时间也快到晚上了。刚刚发生了什么？怎么闪了一下？我操！不是幻觉，刚刚这沙漠就是闪了一下。随着沙漠第一次闪烁过后，闪烁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频繁。我往前走去，想要看得更真切一点，却是撞到了什么东西，而原本疯狂闪烁的环境也停了下来。我站起来，甩了甩头，看着眼前的一幕，有点难以置信。刚刚还是夕阳的沙漠，居然转眼的功夫变成了清晨的庄园，奇了怪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作祟？我环顾四周，只觉得这处洞窟处处透露着诡异的气氛。想到之前撞到的什么东西，我决定再去查探一番。我用手摸了摸，只觉得摸到了一面十分平整的东西，就像是空气墙一样。打定了主意继续探索这面空气墙的我向前走着，很快就摸到了一个圆环形状的东西，它通体透白，散发着淡淡的荧光。而当我取出这个东西的同时，原本的景色也随之消失不见，变回了金字塔的砖墙。虚拟现实发生器可以安装在避难所内，为避难所提供一个虚拟现实房间，物与地面的感觉。其内部还存储着几张图纸，等待充能以后提取。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我费了9牛2虎之力离开了金字塔下面的洞穴。在我出来后不久，眼睁睁地看着那3座金字塔被黄沙吞没。没想到宝藏被人取走了，遗迹也会消失，这也太可惜了点。不过既然有这种特性，以后再遇到藏宝图或者遗迹，我可以以此判断真正的宝藏有没有被我给拿到手。天色慢慢的黑了下来，我回到避难所，亲眼目睹了星期五和白英雄在那对着一只烤鸡使劲。你们这烤鸡是从哪里来的？今天遇到个好人，
5瓶水要和我们交换3瓶冰水，本来我们都准备同意的了，非要送我们烤鸡，拦都拦不住。什么情况？你们这是怎么做到的？找上终端机，我打开了交易面板，翻出了历史记录。大哥，我只有5瓶水了，你就行好吧，让我和你换3瓶冰水好不好？3换1，不然免谈。我原本以为3换2就差不多了，星期五怎么开价这么高？大哥，算我求求你了，我是第3批次玩家，新手保护期早就失效2天了，没有冰水降温，我根本不能外出狩猎魔物啊。既然你只有5瓶水了，那我只能卖你1瓶冰水，多的免谈。我还有我家哥哥，我把我家哥哥也给你们，可以吗？勉强卖给你们吧。交易成功，1只烤鸡，5瓶饮用水，兑换3瓶饮用冰水。看完聊天记录，我只觉得我对星期五的认知发生了极大的改观。星期五，我很好奇，今天下午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还坑了一些什么东西？没多少了，也就一点点水罢了。一点点水？一点点是多少？就这么一点点。夜晚，我刚睡下不久，却是突然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我闪身从地板上起来，扶正了一下差点断掉的腰。不行了，床铺什么的就算没有，但最起码的被褥、垫被之类的得赶紧提上日程了。特么的，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回到1楼，我循着古怪的声音走了过去，却是看见星期五抱着一只鸡，端坐在那里。星期五，你这鸡又是哪来的？怎么你身边这么多鸡？最开始开箱也是你出的，后面交易也是你骗过来的，现在这个又是哪来的？这个呀，老板，这是我刚刚和别人交易过来的，明天我们就把它烤了吧。你别跑，给我站着！费了一番功夫，我和星期五2人联手重新将它捉了起来。为了防止它乱跑，我们还抽出了一个冰箱的抽屉出来，将它罩在了里面。星期五，要不我们还是别煮它了吧？我们先把它养起来，以后等它下了蛋，孵了小鸡，我们就有吃不完的烤鸡了。可是老板，它是只公鸡呀。这失算了呀，没事的。星期五不打紧，到时候我们再收购一只母鸡过来就好了。我们避难所不光是要拥有自己的农业生产产业，还需要养殖大量的动物，这才跟得上我们的需求。明天白英雄带着水出去狩猎金河，你就负责开挖新的空间。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正式开始避难所的建设了。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3天，白英雄在我的安排下已经出门去野外狩猎去了，而星期五则是在2楼开挖着一个超大型房间，准备把虚拟现实发生器安装在里面。算算时间，白英雄也该要回来补充冰水了，我给他送过去好了。背着5瓶冰好的矿泉水，我来到沙漠当中，四下寻找着白英雄的身影。主君，我在这里。我循着白英雄的声音看过去，只见不远处白英雄带着几个人走来。小白，这些人是你从哪找来的？主君，我在隔壁发现了一个废弃的避难所，我在里面找到他们的。他们避难所的管理者被魔物给干掉了，正愁没地方去，所以我给他们带回来了。做得好，小白。现在我们避难所正好缺少大量的劳动力，来几位认识一下，我叫木鱼。经过一番简单的交流，我给几位新来的劳动力分别编上了号码，方便辨识。主君，为什么我总有一种看劳改犯的感觉？你闭嘴，我好像也发现了。当天下午，我和白英雄将今天所有收获全部都清点完毕之后，回到了避难所。除了各种基础材料，我们还获得了3张1级机械图纸以及2张1级建筑图纸。1级宿舍图纸满足最基础的睡眠需求，可以同时容纳6个人，没有任何额外加长。1级电梯间图纸每分钟可上下8层楼，注意禁止推行电动车入内。在开完建筑图纸以后，我本来想将机械图纸给合成，赌一把2级图纸的，最后却是犹豫了一下，没有合成。现在我手中还没有多少图纸，万一开出来了什么不实用的东西，那就麻烦了，还不如直接开了这3张1级机械图纸划算。再次使用3张1级机械图纸，露出了本来的样貌。1级强光手电筒图纸，夜晚必备神器，让你如同火炬一般暴露在敌人的视野当中。1级便携式终端机，便携快捷的提供终端机服务。1级酿酒器，加入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惊喜。手电筒、便携式终端机、酿酒器，这可都是好东西啊！老板，我刚听你说你是开出了酿酒器是吗？没错，你很喜欢喝酒吗？不光是我，我们3兄弟只要有了酒，干活嘎嘎给力。哦哟，就冲你这句话，
今天这酿酒器我也比造不可了，3单位金属，1单位电子元件，1单位塑料。星期五，麻烦你跑一趟去取一点过来。没过不久，星期五将材料取了过来，我闪身投入了制造当中。制造成功，优良级酿酒器。啊咧咧，优良级，这避难所图纸制造东西还有等级体系的。道具品质分为8个等级，分别为普通级、优良级、精英级、大师级、殿堂级、传说级、史诗级以及那虚无缥缈的神话级。好耳熟啊，这不是玉的魂兽等级吗？正确。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3天，占据了避难所2楼和3楼的超大型房间竣工。在那盘点物资的小二也清点出来了我们当前所剩的物资。不幸的是，由于人口增多，食物虽然还有，但是也不够吃了。牛角面包交易出去了一批，剩下也被吃完了。火鸡面倒是还有9包，螺蛳粉则是只有12桶。这些食物连明天晚上都撑不到，开箱也不是一个稳定的食物来源，看来还是得发展农业才是。先不管那么多了，先把电梯给造好吧。获得电梯图纸以后，我当即便让小三去把材料都准备好了，放在了楼梯间。只消片刻的功夫，我便完成了建造。而原本2楼使用基础建筑卷轴建造的楼梯间也被我给拆掉，变成了3方木头和2方石头。马铃薯、洋芋。星期五，小白，你们在这说什么呢？老板，我说这个东西叫马铃薯，白英雄非说是洋芋。啊，这不是土豆吗？先不纠结那么多了，你们这又是哪里来的呀？星期五，该不会又是你和别人交易过来的吧？没有啊，老板，这洋芋是之前那个未知种子种出来的。种出来的？这么快？算算时间，这才过去1天的时间吧。星期五，这里总共种出了多少土豆？这一盆就只长了1株，也就7、8个的样子，最大的就是白英雄手上那个。那另一盆呢？种出了什么？这一盆总共只长出了1颗卷心菜。这么大！我今天也从这里路过好几次了，怎么没发现它？就刚刚突然长出来的，就像快进一样，我们看它没长的就给挖出来了。啊，所以说在这避难所内种菜是按24小时一次来刷新农作物的。我看这泥土里面还有很多种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种一次收益终身？星期五，你们先不要动它，我们明天再看看会不会再长出农作物来。处理完农作物的问题过后，我踱步来到了旁边这个大型房间当中。现在我们收获的物资多了起来，多亏了白英雄在外狩猎，但现在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没有地方放资源。商城里面我也让小三一直盯着了，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上架过建筑图纸。现在我们急需一个仓库，但运气这东西实在没有办法。想了想，我掏出了虚拟现实发生器，轻轻一跃将它挂在了椅上。哎呦嘿，我的老妖，这穿越了避难所以后，1天不如1天了，怎么？爬到了门口，我坐在这里静静等待着。没过一会儿的功夫，虚拟现实发生器就开始运转了。一阵白光闪过，只是眨眼的功夫，房间内就大变了样。原本还是泥土开凿出来的房间，竟然是变成一幅冰天雪地。这虚拟现实发生器也太爽了，居然是在一片沙漠之下造景出来了一片冰火。这不管外面再热，光是待在这里面都觉得很凉爽的好吧。到时候在这里放一张沙发，摆上一张茶几做成休息区，岂不美哉？又或者我干脆将它改造成一幅真正的雪原。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3天，我激活了虚拟现实发生器，却是突然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危机。危险警告，能源储备不足，预计将在2个小时内消耗殆尽。我操！爪子个情况！一颗晶核原胚明明可以维持1天的能源消耗啊，怎么一下子就告急了？虚拟现实发生器，殿堂级道具，能耗占比91%。殿堂级道具，换算成等阶就是第5阶的道具了。能源消耗量这么恐怖的吗？小白，快过来！有何指示，主君？打我一把，我上去把虚拟现实发生器给摘下来。等下，主君，现在天色还早，不如我再出去狩猎一点魔物回来。我们总是这样，逃避困难并不是办法，而是要去解决。鸡汤灌饱了。那小白，狩猎魔物就交给你了，我再去想点别的办法。我们一直用晶核当能源并不是一个长久的方案，到了以后能源消耗增加，光靠着狩猎来的晶核根本无法满足需求。终端机有没有什么替代的办法？一切常规能源皆可使用，例如火力发电、水力发电。这样吗？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朝着蒸汽动力去发展吧。呵呵。
星期五，刚刚那是你收购到了一只母鸡啊？对呀，我们把之前那只公的炖汤了吧，留着母鸡下蛋就好了。算了吧，还是让他们孵一些小鸡要更划算一些。小一、小二、小三他们呢？他们呢？刚见着听说是去挖房间去了，准备造个宿舍出来。宿舍可是需要海绵和棉花来着，我记得。星期五，这2样就交给你了，你看着交易一下。老板，沙漠之地与极寒之地接壤那一块，有人跑商专门售卖水资源，现在冰水不怎么好卖了。居然还有这种事情？那现在什么东西呼声最高呢？是武器。老板，我和很多人聊过1、2句，貌似绝大部分避难所都只有管理者一个人，缺乏人手不说，更是因为武器步行狩猎十分吃力，风险极大。这样啊，我明白了。星期五你再注意一下，若是有武器图纸，尽量给收购过来。好的，老板。乘着电梯往下走，此时的3楼到大型房间之间已经被3兄弟给彻底挖通，而原本从2楼通往大房间的通道也被拆除了。小三，你们这速度挺快的呀，这么快就给挖开了？那必须的，我们3兄弟干活，你大可放心。对了，老板，小易说你造了个酿酒器，我们不可以拿去先用啊？对哦，我有酿酒器来着。冰水生意不咋地了，但是我还可以卖酒啊。到时候等人手足够了，转而往极寒之地一卖，价格更是能翻上不少。不过酿酒的原材料需要些什么呢？老板，我们几个试过，貌似只要是蔬菜之类的食物都可以。哦，还有这么一回事？你们试了什么？就这个。土豆酒由土豆酿制而成，备注：这都喝不了的，去小孩那桌。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3天，时间已经快到晚上了，白英雄却还没有回来，而小一、小二3兄弟则是为了打造一个仓库，开始了新的挖掘工程。只不过由于工具不足，3人只能采取轮班制度。星期五，小白他人呢？离天黑不远了，他怎么还没回来？等一下呀，老板，我打个电话问一下。电话？你们从哪弄来的电话？就这个。啊，这用交易面板的联系卖家功能做视频电话？你居然能想到这方法，可真有你的啊！等待了一小会儿，终端机上终于浮现出了画面，却是见白英雄身后好像有什么建筑存在。大白，马上就晚上了，你啥时候回来呀？这个星期五，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陪你了，你帮我跟主君说一声，我发现了一座村庄。兄弟，欢迎来到我的部落。第2天起了个早，我和星期五朝着白英雄发现的村庄赶去，却也在将近中午的时候才赶到。先生，欢迎你的到来，我们村庄可是很少有客人造访，您更是最近这几个月里面的第2位。哦，第2位？那第1位是？主君，是我。我们村庄在1年前莫名其妙来到了这片沙漠当中。这位英雄白说，先生你也是如此，请问你知道一些什么吗？我们可以用一些肉来交换情报。这个就让你们失望了，我们知道的东西几乎为0。那真是太可惜了。不过我听你说，你们村庄有肉食？是的，我们靠打猎为生，而且有不少的肉富余出来，制成肉干。哦，不知道，我拿这玩意儿和你们交易，合不合适？酒！老天，终于让我再次见着酒了。自从我们来了这世界以后，整整1年了，逐老鬼都没研制出酒来，没想到你们居然有。不知道你们开出的价格如何？那我得喝一口才知道。既然如此，那这瓶酒就当见面礼送你。不错，好酒。虽然和我们以前喝的烈酒比不了，但依旧是好酒。这样，我的开价是1瓶10斤肉加2斤肉干。成交。当天晚上，我回到了避难所，算了算时间，已经是穿越过来的第4天了，还有4天魔物工程就要来临。经过了1天的时间，用来建造仓库的房间已经挖掘出来了，但因为没有图纸，只能手动搭建。不巧的是，我们6个人当中并没有擅长建造的人，同时那些基础材料也因为缺少设备而无法加工。若是能够收购来一批图纸就好了。现在的这些图纸全部都和宝贝一样，有1张算1张都被收藏着。来到安置种植机的房间，不出意料的，24小时一到，种植机里面的种子就疯狂生长出来，瞬间成熟。这些菜最好是全部拿去酿酒，然后找去沙漠村庄，找那些荒原人交易一批肉过来。除了我以外，应该也没有人能够获得如此稳定的肉食来源了。1瓶酒，12斤肉，这也太划算了一点。就我们目前的产量，每天可以生产出3瓶酒出来，也就是36斤左右。到时候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多余的酒就可以拿去玩家商城交易更重要的物资了。
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5天，我派出了星期五去和昨天会晤的荒原人进行交易，白英雄则是依旧在野外狩猎着魔物。这2天里，白英雄狩猎到的金盒一部分直接开箱用掉了，还有一部分则是用作了能源，剩下的我却是兑换成了箱子，用3消合成物品的隐藏能力将它们不断的升级，最终合成出来了一个4阶宝箱。而这一操作连带着我的隐藏能力也升了级。按照大脑内的声音来看，现在的我不光是冷却时间减少到了4小时，更是可以3合1合成出新的道具，而不一定是升级品质了。这就挺离谱的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3个标准金属锭合成？优良品质长刀更加轻便，更加锋利。曾经的我也就只是3个宝箱合成一下，没想到现在居然有了这等能力，简直是太爽了吧！要不我把小一、小二3兄弟给合成了吧？来到4楼，我找上了还在挖房间的小一。小一啊，说真的，我这也没和你们交代过要挖任何房间啊，你们这么卷，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呵，要不是你这要厨房没厨房，要宿舍没宿舍的，我们也懒得挖。小一，你过来一下，转过去。怎么了，老板？去你呀！好了，快起来，别装委屈了，快来帮我抬一下箱子。这鬼4阶的箱子也太大了吧！我和小一2人抬着箱子来到野外，4下确认了安全过后，便回到了箱子旁边。我说小一，等下万一我运气不好，开出了炸弹什么的，你眼睛尖一点，看到了记得赶紧跑啊！放心吧，老板，我已经跑了。完了，我又想把他们3给合成了怎么办？还是星期五可爱多了，算了，不管了，开箱开箱。走进箱子，我稍微打量了一下，不得不说，这第4阶箱子就是和普通箱子不同，花纹都要精美上不少。我抬起脚，飞身上前，一脚跺在了上面，随着一阵白光闪过，居然是地面开始了震动，而一张图纸也从白光中析出。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突然地震了？老板，你还活着吗？你是开出了蘑菇弹吗？怎么避难所里面一直在地震？通过便携式终端机，我清晰地看到避难所内的景象。只见小一那里的晃动并不比我这小，刚开挖出来的仓库也由于没有建造好房间，不断地掉落着石头，最终形成了塌方。我勒个擦！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这只不过是开了一个箱子，怎么跟开出了一只地下蠕虫或者世界吞噬者一样？过了好一阵子，地震才停止下来。我拾起图纸，连忙跑回了避难所。在确认了小一3兄弟没有大碍以后，才翻开了图纸，查看具体的收获。一次性矿坑图纸建造之后无法移动，从此矿坑进入挖掘，将依据深度概率挖出各种矿石。这蓝色图纸，所以说这个矿坑是精英级，也就是第3阶的图纸。而且按照描述，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刚刚的地震是因为爆出了这张图纸的缘故，给我避难所地下生成了矿脉才导致的地震？这真是太牛逼了！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5天，就在刚刚，我居然是获得了矿坑图纸。按照图纸的描述，这矿坑可以产出各种地下资源，煤炭、金属、黄金，说不定还可以挖出石油来。只可惜这个图纸是一次性的，不然造它180个，再也不缺基础资源了。我一头钻进了4楼，叫住了3人，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此时的他们正在搭建宿舍，已经造好了床铺，只差造好宿舍内的装饰就可以入住其中了。3位过来一下，小一，你们3人分配一下工作任务，留下1人继续把宿舍给造好，剩下的2位跟我一起来，先去开挖矿坑。安排好矿坑的建设过后，我难得的打开了聊天频道，想要了解一下其他求生者的近况。此时，聊天频道当中的人还在讨论着这2天的收获，我才发现，原来只有我才勉强解决了食物问题，而其他人甚至连外出打猎都还有很大的难度。见此，我决定临时开设一门新的生意，出售种植机，无限量供应，1台只需要10单位塑料，2份标准金属锭，如果基础材料不足，也可以用1张蓝图或者半袋种子交换。此条消息一出，区域频道中当场炸开。要知道，图纸本来出货量就少，更别说还有极大量的各种图纸了。大老人美心善歌生田，能不能给我先来1台，我出1张图纸。这年头有人有种子就算了，居然还有种植机，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缺的是种植机吗？我缺的是蔬菜吗？不是，我缺的是肉，是肉。不一会儿的功夫，种植机就卖出去了30多台。除了最开始的1张图纸之外，居然是还有10来个人用的种子进行的交易。
种植机5个塑料，1个金属，1个泥土可以造一个，而我卖了2倍的基础资源，居然还差一点入不敷出，这种子的数量未免有点太多了吧？老板，难道你就没有觉得我们没有获得过食物了吗？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除了刚开始有些食物以外，后面全是材料和图纸了，说不定这食物也算是潜在的新手保护措施吧。而这种子持有率如此之高，估计也是这前新手保护在暗中作祟。无论如何，有了这一次的交易过后，我们避难所的食物暂且不会成为问题了。别看我卖出去了34台种植机，实际上还有5台优良级的和1台精英级的种植机被我给留下了。来到安放种植机的房间，原本放在这里的冰箱已经抬了下去，放在了宿舍当中。而刚外出交易回来的星期五，则是在这里播种着刚刚得到的种子。老板，我们种植机还是太少了一点，这次你交易过来了这么多种子，还剩下好多没有机器可以种。没办法，用基础材料交易的人占比还是要太少了。若非合成出了精英级种植机，我甚至都舍不得再用一份材料做一个普通级的种植机给他们发货过去。那老板，你可不可以给种植机合成一下呢？大概是可以的，我试一下。接受了星期五的建议以后，我立即发动了我的隐藏能力。种植灯架卷轴，选择好位置后可直接使用，挂在房间顶部，可供应满足农作物生长的光照需求。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5天，在获得了灯架卷轴过后，我立刻开始组织起小一三兄弟开挖新的长廊房间。之前安排建设的矿坑也已经建造完毕，可惜碍于人手不足，暂时还没法下矿。宿舍内部的装修也整理完毕，晚上睡觉算是有了个去处。这灯架的长度怎么看都得有2个房间那么长，用来种地还不知道可以种植多少农作物。按照种植机那种种植密度来看的话，少说也能种个30株植物吧。老板，30株植物是没错，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问题？怎么了，小姨？这些种子全是随机种子，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每种食物的产量并不会有多大，甚至说还有可能种出一些非食用植物，比如棉花、茶籽之类的食物。再一个，老板，我们这些天的确很忙，随便啃了2口肉干应付了一下便过去了。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怎么了吗？我们没有厨房啊，老板。没有厨房的话，我们就算种出来了这些作物也搞不了菜，不过倒是酒能管够。啊，这问题不大。星期五，快过来。老板，你又有什么事？之前交易过来的那张图纸你给我一下，然后就是你去商城里面看一看，有没有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收购一些过来。我们没有厨房图纸，但我们也不是不能自己造一间厨房，只是没那么方便罢了。行吧，老板，那我继续忙活去了，有事情再叫我。送走了星期五之后，我低头看向了之前交易过来的那张图纸。由于图纸在使用过后全都数字化保存在了终端机当中，所以交易过来的图纸只能是还未使用过的。也不知道这张图纸又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惊喜。说起来，至今也没见着过2级优良级的图纸来着。话音刚落，图纸便飘向了空中，发出了刺眼的白光。随着白光消散，一台摆满了药剂的桌子显现在了图纸上面。1级制药工作台，凭借着简单的操作便可以制造出最基础的药品。需要注意的是，只要工作台只附带了最基础的3张药品图纸，其余的还需要自行收集。这鬼玩意儿制药台有点坑啊，造出来了也没几种药可以做。希望这3种药都是目前用得上的，不然就坏事了。来到3楼，星期五已经把材料全部都准备好放在了这里。按照目前的规划来看，这间房间不出意外，以后还会添置武器工房一类的设备，将其建设成制造间。让我看看这个药品制作台免费送的3个图纸都有些什么。药酒，专治跌打损伤，可活血化瘀，外用内服皆可。小孩嗝屁丸，可以促进避难所和谐生产建设，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与麻烦。印度神油，可用作……停，我懂，这个就不用解释了。这送的都是些啥图纸啊？我糊了呀，我的老哥。等下，这些东西貌似仔细一想，卖给别的避难所好像特别畅销啊！哎呦我的妈！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6天，在宿舍美美的睡过一觉过后，白英雄早早的便离开了避难所，准备狩猎魔物。在昨天一晚上的劳作之下，宿舍隔壁的大型房间开挖完成，灯架也被安装到位。星期五瞬间化身农民，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不过由于需要开挖的房间已经全部准备完毕，无所事事的小一三兄弟难得的闲了下来。大哥，我们这手上没活干，手有点痒啊。
就是，大哥，要不我们挖矿去？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走。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小一三兄弟又给自己找到了活干。一群卷王，我堂堂一位避难所管理者都没这么奋进，你们真的是太深得我心了。有这下属，夫复何求啊！一个转场的功夫，我瞬间来到了野外，找上了白英雄。主君，你怎么来送人头了？你呀，你也没说你平时狩猎都是捅了老窝就跑啊，谁像你一样这样干仗的？这不是演练一下魔物围攻吗？还有2天魔物就要来攻城了。好像是那么回事哦。说起来，你的披风哪去了？装金盒呢？不然你当我1天20-30个金盒咋带回来的？总感觉被鄙视了。主君，你没什么事情的话，还是先回去吧。这野外狩猎交给我就好了。我还是跟着你多看看吧，毕竟等2天后魔物攻城，我们也没法保证你一个人可以解决，万一来了一大堆魔物呢？也对，不过主君，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我操！瞧不起谁呢？当初你还没加入我避难所之前，我也是单独外出狩猎魔物的。那行吧，主君，如果你遇到危险了，记得往我身边跑。现在相比于以前来说，士兵级的魔物占比要多上了不少。居然还有这种事情？没错，现在就连我出门狩猎都有些压力在了。老板，我们应该多招募一些人手过来了，尤其是可以出门战斗的。你说的没错，但其实我更想要的是能够在避难所内进行生产的人员。现在挖矿、扩建、种植、养殖都需要人手，昨天还多了一门制药来着。等下主君，有情况。怎么？那边是不是有魔物摸过来了？好像是的，小白，你帮我略阵，让我来会会他，省得你们总是觉得我没一点战斗力。我起了，一刀秒了，怎么说？这厉害！小小魔物，不足为惧。我看这下还有谁在说我没有一点战斗力？老板，你飘了，你单杀了一只初级魔物，你找不着北了。你闭嘴，让我再多嘚瑟一会儿不行吗？那老板，你去把他们全给解决了。他们？什么东西？我操！打了老的来了小的，白英雄，你先上，这里就交给你了。行吧，主君，这些魔物对于你来说是难了点，但是对于我来说，嘿嘿。大哥，你快来看我挖到了什么？乌漆嘛黑的一坨。这是老三，你这是挖到煤炭了。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6天，就在我从野外狩猎完魔物回到避难所之前，小一三兄弟竟是挖到了煤炭。老三，还有煤？没了，大哥，就这些了。我拢共才下去2小时，居然能挖到这么多，这矿坑产量不错啊！管他的，老板刚出去浪去了，等他回来以后，我们让他看看这些煤炭能够用来做什么。1小时过后，小一、小三、刚小二急急忙忙来找我，说你们发现了好东西。你们发现了什么？老板，你看，煤炭。这，小一啊，你可知道我们避难所现在最头疼的难题就是能源？好像有听你说起来过，怎么了，老板？我们避难所可不只是能用金核功能，一些正常的能源也是可以使用的，火力发电、水力发电等等都可以。现在既然有了煤炭的产出，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每天可以省下来10余颗金核。小一，这挖矿的任务……我懂，晚上吃饭的记得下来叫我。待小一三兄弟离开之后，我四处张望了一下，打算找一点事做。仔细一想，貌似自己已经有段日子没有大批量开过箱了，便也决定去试一试手气，顺便看一看今日箱子产出的物品有没有什么变化。截至到今天，避难所每日需要消耗的金核的要17颗，而白英雄外出狩猎1天也只能打个30颗左右，除了必要的存储起来的一部分，剩下的这么一算，其实1天也开不了10个箱子。不过相比于别人来说，我这数量已经算多的了。来到沙堆面前，迅速将它给清理干净，将埋藏在底下的箱子挖了出来。原来这2天里总共就只攒下了这20几个箱子吗？这么看其实也没多少，不过和别人比起来，我这应该比得上他们这几天里全部的收获了。想到这里，我打开了聊天频道，打算在开箱前瞅一下其他玩家目前的情况，却是看着看着突然傻了眼。这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他们居然才刚开始扩建避难所吗？说起来，他们的食物都是怎么解决的？怀着疑问，我好奇的在聊天频道当中问了一句。要知道，我自己每天也不过是在野外生活，烤点土豆做主食，在9州烤肉下咽，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大哥，难道前2天你没有买大师课吗？厉害了，我的老哥，没买大师课居然还活着，该说你运气好还是怎么着？
嘘，你们几个难道没认出来他是谁吗？楼上的，此话有什么说法吗？看他的编号啊，他可是前几天卖种植机的那个。我勒个擦！那个，你们说的大师课是什么东西？前几天有个求生专家开了一场直播，收费教授获取食物的途径。哦，有些什么途径？吃仙人掌呗，那玩意儿虽然苦了点，但为了活，有什么是不能吃的？啊，这牛批！这也就是玩求生的人才想得出来，不然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脑回路？反正我是没想出来。貌似对于我来说也没必要。那么接下来就轮到这些箱子了，也不知道今天能开出什么好东西来。出来吧，我的宝藏！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就在刚刚，我来到了野外，准备开箱。出来吧，我的宝藏！一阵白光闪过，所有基础物资悉数被我归类到位，总共24个箱子，居然开出来了12份各类基础物资和3份谢谢惠顾，剩下的东西倒是挺丰富的。其中最让我兴奋的便是那把铁锹和铁镐。小一啊，我是真的为你们着想，看你们工具不够3个人，总有一个没活干。这下工具够了，你们都可以去挖矿了。可惜了，这次20多个箱子只开出了2张图纸，剩下的还开出了2包种子、1个背包、1袋大米。但是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居然是还有一个榴莲。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得是我开出了一头奶牛。回到避难所，我通知了星期五去将所有物资搬运回来，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工作间。4个小时的冷却时间早就过去了，我再次发动了隐藏能力，将早早准备好的铁锭给3消合成了。此时我用能力合成出来的武器已经多达5把，除开3把普通品质，剩下的全是优良的，甚至还有1把是精英级的。有了这些武器储备，后天的魔物围攻就不用担心有人没有武器了。不过其他玩家的话，怕是日子会有点难熬了。也不知道我这2张图纸是什么，希望和武器有关，这样的话还可以趁这机会捞上一波。1级仓库图纸可以存储大量的物资，解决战地存储难题。1级火炮图纸可以发射炸药或者固体弹丸。我勒个擦！火炮图纸，这真的应该是我能开出来的东西吗？虽然这东西只是1级的，但我可以3消合成升级啊！固体弹丸攻城拔寨，爆炸弹丸用来守城克敌，这可是好东西啊！不行，忍不住了，我得赶紧造一门出来稀罕稀罕，让我看看造一门这火炮需要一些什么材料。1级火炮需要金属20单位，木材5单位。这么看来，其实这火炮也不需要多少材料啊，一点金属和木头就足够了。请注意，制造火炮需要浇筑塔才可建造。浇筑塔？那是什么东西？浇筑塔制造一体式金属器具的建筑，可建造包括火炮、避难所大门、金属锭等。居然还有这样的前置条件，这浇筑塔可不是什么好弄来的东西。看来这火炮在魔物攻城之前怕是弄不过来了。本着碰碰运气的打算，我在交易商城当中上架了关于浇筑塔的求购讯息。却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只是眨眼的功夫，便有人发来了通讯。好久不见了，大兄弟，怎么说？我有浇筑塔，你要不要？宝宝500。你是什么内测玩家吗？怎么老是能在交易面板碰着你？这没办法啊，谁叫我在该死的魅力给我带来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停，你别说话了，你一说话我脑花子就疼。快点开条件，浇筑塔你打算怎么卖？这个嘛，嘿嘿，你放心，我可不是什么奸商。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就在刚刚，我居然是获得了火炮图纸，只要拥有了浇筑塔，便可以立马投入生产当中。宝宝500，这浇筑塔你开个价吧。我开价不高，首先是浇筑塔制作需要的材料有36份基础金属锭、3份电子元件以及8份粘土，这些就交给你负责了，其他的我就收你一点手工费得了，也不讹你。手续费？你要多少？我好久没吃到肉了，你那里能不能弄来肉食？肉？这不就巧了吗？我隔壁荒野人那里每天可是要进账将近20多斤肉的。怎么说？你要多少？给我来个10斤就够了，多了也放不下。成交。行，你把材料给我递过来，我现在就开始动工。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把材料连带着他需要的肉食给交易了过去。由于建造浇筑塔还需要不少的时间，索性我们便约好了3个小时后再把浇筑塔交易过来。星期五，你过来一下。怎么了，老板？我们现在还有多少金属和木材？木材的话存量多一些，
还有70多单位木头，但是金属的话就没多少了，只剩了30多单位的金属锭。只有这么一点了吗？制造一门火炮可是要20份金属锭的。要不老板，我们去干老本行？什么玩意儿？卖火炮啊！一架火炮卖30金属锭和10单位木头。可真有你的熬星期五。嘿嘿，而且呀，老板，这火炮交易出去可不只是帮我们收益基础材料。此话怎讲？我们每帮助一个玩家幸存下来，未来我们就有更多的交易对象，这可都是潜在的盟友啊！啊，这好有道理的感觉。不过怎么感觉更像是奸商的本质再次爆发了呢？说起来，老板，炮弹你打算怎么处理？啊，这你让我捋捋，固体弹丸守城可不是什么好选择，不命中魔物的话压根没伤害，所以到头来铁定的用爆炸弹丸。但是这个火药我们从哪弄过来呢？老板，我有一个好主意。哦哟，看不出来，星期五你还是智囊型人才，快说来听听。这不是开箱会开出炸弹吗？我之前开箱懒得跑了，开出了炸弹就用水浇灭了引擎。牛批！所以那些炸弹呢？还在野外呢，我去把那些炸弹全拆了，把火药给取出来吧。那些炸弹个头太大了，指定口径负荷不了。时间一晃，很快3个多小时就过了。在我几次3番催促之下，浇筑塔总算是建造完毕。而星期五也不负众望的带回来了大量的火药，准备用来制作爆炸弹。老板，我把火药全带回来了，总共就这4袋了。这够了，有了这些少说也能发射个10几发爆炸弹丸了。接下来我们就该开始铸造火炮了。随着机器启动，大量的金属从浇筑机中落下，进入下方的冶炼炉当中。在一阵钢铁融化声中，一架崭新的火炮被铸造了出来。五虎起飞，得此炮何愁不能守得这魔物工程？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7天，一大清早我就叫醒了还在睡觉的几人，准备发放今天的任务。老板，这才几点啊，你就把我们给叫醒了，困死了，让我们再睡会儿。怎么回事？今天可不像是你们的风格呀，以前老大早的就跑去干活了。昨天我们仨在野外搓了一顿夜宵，酒还没醒呢。行吧，你们继续睡去，我找星期五和小白。星期五，小白，过来一下。老板，你们出去聊天好吗？有点吵。啊，好。老板，你好卑微呀。啊，这吵别人睡觉的确很不道德。是的，没错，所以我这不是卑微，是富有道德的表现。主君，瞧你这话说的好官方啊。老板，说吧，你找我们有什么事？星期五，今天就不用你出去送货了，我和白英雄去一趟，我想要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招募过来一批荒野人。这个主意不错，我们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人手越多，明天魔物工程把握就越大。还有就是星期五，你等小姨他们醒来了，记得和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再扩建出来一个房间，用来做仓库放东西。之前那个被我安置浇筑塔去了，现在货架有了，仓库今天最好就造出来。行的，没问题。最后就是你在家记得想点办法收购一批金属过来，制造火炮和弹药。弹药的话，全造爆炸弹丸就好了。没问题。还有别的东西要交代的吗？没了，你忙去吧。对了，有空让他们再挖个房间出来养动物啊。你的鸡和奶牛现在还是养在菜地里的，虽然他们还没下口，但总归还是怕他们把苗给吃了。经过2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我和白英雄总算是看到了那远方的村落。此次出行，我们甚至把昨天刚开箱出来的背包也给背上了，包里面携带的全是荒野人所需要的酒。朋友，这次怎么是你亲自前来交易了？你还把这位英雄白也给带过来了，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有没有觉得这荒野上的魔物实力越来越强了？那些强大的个体出现的概率也要多少了不少。你这么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好像是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们部落的猎人们实力强悍，却是在最近突然有好几个猎人受了伤，这全是拜那些魔物所赐。所以我来这里是想要邀请你们加入我的避难所的，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环境相对更好的庇护场所。不，朋友，我们对你们了解其实并不多，我们荒野人都是有信仰的，你的避难所就目前还没有得到我们的认可。不过什么？我可以在我们的部落当中宣布这个事情，让有意愿的勇士加入你的避难所，让他们亲眼看看你们，再把你们的故事传递回来。兄弟，感谢你的帮助，这几瓶酒我就送给你们，送给你们当中愿意以身赴险的勇士们当做鉴别礼了。这，朋友，还记得上次你过来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什么？兄弟，你真的是太客气了。既然关于邀请你们加入我避难所的事情已经谈完了，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谈谈另一个问题吧。全民降临避难所第7天，整整1个上午，我都处在和荒野人的会晤讨论事情，下午才启程返回避难所。值得注意的是，来的时候只有我和白英雄2个人，回来的时候却是有5个。朋友，我这3位同胞从此以后便交给你们了。我们荒野人喜欢把自己的信仰画在自己的衣服上，而信仰也正是我们的姓氏。原来是这样吗？这么说起来，你的信仰呢？这不就巧了吗？我是个无神论者。几位，认识一下。老板，我是老7皓月，我是老4骤雨，我是老大骄阳。老7、老4、老大，你们家其他的人呢？他们一家9兄弟都想加入你的避难所来着，我没同意，所以干脆抽签抽出来了他们3个，让他们成为先行者。也好，我的避难所刚开始发展，若是人口膨胀过快，也容易出现问题。几位，欢迎你们加入避难所。告别荒野部落，我们一行5人快要赶到避难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左右，正好碰上星期五将之前埋藏起来的资源往避难所内搬运。骤雨、皓月，你们去搭把手，把东西运回去。等一下子到了避难所，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各自的任务。好的，老板。不一会儿的功夫，在6个人齐心劳作之下，埋藏起来的物资很快就运回了避难所当中。星期五，那个浇筑塔哪去了？是这样的，我们之前仔细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这间房间用作仓库更合适一些，因为这矿坑出口正对这间房间，矿物资源的存放要方便上不少，而浇筑塔则是被我们搬到下面去了。为了连通两边的房间，我们还专门造了这个空中连廊。可以啊，星期五，这个主意不错。然后就是你之前早上出门说是想要招募新的同伴，我仔细想了一下，新来的兄弟晚上总不能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干脆的把之前准备用作养殖动物的房间造成了宿舍。对了，3位，为了庆祝你们的加入，今天晚上想不想吃大餐？我要。那行，我先去准备准备。3位，今天晚上可要敞开了吃啊。等星期五离开过后，我带着骄阳3兄弟在避难所内转悠了起来。3位，我们现在条件还不允许，就只能是先委屈你们住一下宿舍了。我和小1、3兄弟，还有星期五小白住在你们楼上，晚上有事随时可以上来找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工作，我们现在需要一位专门负责种植和动物饲养，一位呢则是专职挖掘建设避难所。如果你们有人会打铁或者制作武器之类的，那就更好了。老板，我会打铁，这个我可以证明，我们9兄弟的武器都是他提供的。可以的，那么你们的话，打算怎么分配呢？我就去挖房间得了，我就是个糙人，什么都不懂。老板你可别听他瞎胡说，他可是我们9个人里面打猎最多的好手。可以了，有了你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7天，在领回骄阳3兄弟的当天下午，我给他们安排了一项新的建设任务。就在此处，我打算再建设一间大型房间，用来充当军械库。为此，我还特意找上了小1、3兄弟，要来了一把工具。如此一来，两边3人居然可以算得上是上2休1。3位，就先麻烦你们了。明天魔物工程就将进入倒计时当中，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武器。火炮这玩意儿体型巨大，而且有火药的存在，随便找个地方放着不安全，所以我们得专门弄个军械库去存放它们。说起来，我之前也是失了智，居然把火药放在了浇筑塔旁边。老板，我觉得这挺合理，就是特别合理。不扯那么多了，你们先挖着，我的话得去收购一点金属回来。我们避难所金属缺口还是太大了点，准确的说，这所有避难所管理者都应该对金属需求贼大。要知道，不管做点什么都需要金属。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我换出了终端机，找到了商城界面，刚准备将火炮上架，却是突然犹豫了一下，随之便打开了聊天频道。要不我这样操作一下，拍卖火炮，金属交易，价高者得，附赠5发爆炸弹丸以及5发固体弹丸。卧槽，什么欧皇？火炮这东西也是我们能开出来的。我现在出门干仗都还是武农的铁镐，你这都进入热武器时代了，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借楼出售弓弩10把，用奢侈品来交换。这是从哪冒出来的家伙？居然有卖弓弩的！太惨无人道了，卖炮的、卖弩的，怎么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大哥，你别念叨了，赶快的，你不出价我出了。顺子，我出10份金属锭。忘了说了，起拍价30单位标准金属锭。告辞。随着我的底价一出，
聊天频道顿时安静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过后，一个消息打破了聊天频道当中的沉默。还真有人惯着这个臭小子，他说多少你就真的出多少。依我看，这火炮分明制造出来用不了10份金属锭，买不起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一口价40，卖的话立马交易。哦，60单位金属锭，你诚心来抬价的是不是？行，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拿出这么多金属。还有没有人要出价？没有的话，火炮就是这位的了。随着聊天频道彻底安静了下来，我也是将火炮给交易了过去。兄弟，原来你要我交住它就是卖这东西啊？500，怎么哪都有你？怎么了，大兄弟？你没认出来我的小号吗？我刚才给了你那么多金锁，你这么凶我，好伤人心呐！刚刚那个真的是你？不才，正是在下。你这火炮真给劲，这么老大粗的。说起来，我给你开了这么一门生意，你这以后不给我分点红？去，请一边去！丫丫的，我心态崩了呀，老哥！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7天，经过了2小时的漫长交涉，我一共是卖出去了7门火炮。由于浇筑塔制造1门火炮需要1个多小时，所以暂时还无法给他们供货。没啥大问题的话，凌晨应该就可以全部交货了。之所以购买的人少，主要还是因为能够一次性拿出30份金属锭的人并没有几个，而且底价卖出去的火炮，我可是没有附赠弹丸的。2金属锭1个固体弹丸，5金属锭1个爆炸弹丸。老板，你这心可真黑。没办法，谁叫我这火炮生意不是一锤子买卖呢？我现在可是占据着火炮市场的垄断地位。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就在刚刚星期五说的那个，你还记得不？啊？你是说那个吗？为了庆祝你们的加入，今天晚上想不想吃大餐？我操！我要！他已经准备好了吗？我马上就来，我倒要看看他准备了什么好东西。一溜烟的功夫，我已经赶到了野外。此时除了星期五以外，其他人尽数到齐了。小白，星期五他人呢？星期五他还有东西要搬过来，应该在路上了。不大一会儿，星期五便抱着一个箱子从旁边走来。星期五，你这都准备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啊？这都有2、3箱了。这些都是食材啊，老板。就在昨天，我们可是种了很大一片的来着。哦哟，那片菜地的菜也成熟了。当然，这箱子里装的便是今天产出的全部食物了。所以你想做什么大餐呢？当然是铁锅乱炖。这么大一口锅，这能够炖下多少东西啊？星期五，你别告诉我，我们所有食材都在这里了。对呀。最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方法进行烹饪。我们只需下入一个厨子，再下入1根茄子，1颗蘑菇。至于其他的配菜，只需要依照各自的喜好，全部置入大锅当中即可。豆角、毛豆、南瓜、莲藕、包菜、上海青香菜、红薯、辣椒、白萝卜、胡萝卜、黄芽、白卷、新菜、大土豆、猪肉。我的个乖乖，我避难所这种出来的都是一些啥呀？不是，你等会儿，蓝蘑菇、红蘑菇、紫蘑菇、绿蘑菇，你，这些都不能吃的，你不知道吗？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了，老板。我这不是把菜地里种出来的东西都拿过来了吗？现在已经被我彻底耗干净了。我操！我特妈！终端机，你出来一下！有事起奏，无事退朝。终端机，这些蘑菇有用的吗？都没用的话，我就全丢了。红蘑菇可以用来制作止血药剂，蓝蘑菇的话可以提供少量的能源，紫蘑菇可以制作成毒素，具体怎么使用就看你自己的了。而绿蘑菇吃了可以看到小人，却不会有什么大碍。星期五，这个绿蘑菇我们有多少？5、6个吧。我们其实也没多少这玩意儿。怎么了，老板？你想弄点过来尝一口？哎呀，不要把我想成这样的人嘛！我们可以做成那玩意儿，然后卖给别人。好了，不说这么多了。各位，我看这火候也差不多了，可以开动了。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8天，魔物工程危机降临。凌晨，刚刚睡下的几人被刺耳的警报声吵醒。我呼出终端机，一串倒计时赫然出现在屏幕之上。不是，大晚上的吵啥吵？能不能开免打扰啊？这不还有12个小时的时间吗？够我们睡醒再想事了。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第2天清晨，我起了一个大早，找上了终端机的尸体。终端机啊，终端机，老早就想把你给搬走了来着，但一直懒得动，让我想想放哪好呢？要不我把你先丢到军械库去吧。经过1晚上的劳作，骄阳3兄弟如约建设好了军械库。
而小一三兄弟则是努力了整整一个通宵去铸造火炮。现如今，除了售出的7门火炮之外，避难所内竟是还有4门存货。小一，辛苦你们了，你们这忙活了一宿，就赶紧先去睡会儿觉吧。等倒计时快结束了，我再叫你们起来。辛苦倒是不辛苦，只要老板你能考虑考虑，建造一些休闲娱乐的房间就行。哦哟，你这个主意不错哦。等这次魔物工程结束以后，我看看能不能收购过来一些游戏机之类的，或者我干脆让皓月去打几个哑铃片子出来，给你们建一个健身房。不过说实在的，我更想要一个歌厅来着。老板就你这压弓喉咙，要不还是算了吧。去，给我骑一边去，要睡觉赶紧的，不睡的话给我挖牧场去。牧场？对哦，老板等下我起来的时候，记得给我搞杯热牛奶。瞧把你给惯的，守住了工程再说。送走了小一过后，我指挥着骄阳、星期五等人把火炮全部抬到了避难所外，准备架设防线。老板，随便挑3门火炮，把它给合成了吧。哦，怎么说？我们现在火炮有足4门，用来对付魔物工程铁定是够了的。与其这么多火炮齐射浪费弹药，不如合成一下，反倒可以让其中1门火炮威力变强。这也不是不可以。话说着，我发动了我的隐藏能力，当白光闪过之后，原本架设好的4门火炮，转眼只剩下了2门。这玩意儿合成了以后，变化也太大了一点了吧？这算是什么东西啊？这算是迫击炮吗？完了，我们不该合成，老板出大事了。怎么了，星期五？火炮的口径不对了，弹药不匹配了。我操！星期五，快组织骄阳他们几个去铸造弹丸。现在的话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应该还来得及。回到铸造车间，我立即启动了铸造塔，浇筑适配迫击炮的弹丸。由于时间的缘故，爆炸弹丸肯定是来不及了的，而且以避难所的火药存量，爆炸弹丸甚至都做不了几个出来。星期五啊，这也没省下多少火药啊。算了，不纠结那么多了。这魔物工程依我看并不会有多强，毕竟像我们这种实力的，不光是我沙漠之地，整个世界估计都没有多少吧。起床了，兄弟们！最后1小时，拿上你们的武器，准备和我一起出门去迎接魔物工程。好的，老板，先说好，我们可只负责开炮。OK。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8天，魔物工程倒计时最后1小时开启。就在倒计时开始之时，新的规则降临。规则1：避难所工程之战即将开启，所有人皆可主动放弃避难所的地利优势，与其他玩家组队一起传送到荒野当中，构建防御，防守魔物袭击。规则2：所有玩家皆可待在避难所当中，等待别的玩家救援。某一玩家守城完毕，你将可以付出物资，邀请他人前来参战。规则3：工程防守成功者，避难所将会解锁2级升级权限。公告完毕。老板，这个共同防御怎么说？依我看来，这应该是创造这片世界的伟力不希望我们一下子便伤亡过大而定下的规则。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多大的作用，毕竟就我们这实力，大可不必。由于充足的时间原因，在铸造了足够的巨炮弹丸过后，我再次铸造出了1门新的火炮。此时，我的防御阵地上，小一3兄弟专职负责使用火炮，而骄阳3兄弟和白英雄则是负责对抗近身的魔物。至于我和星期五，则是负责指挥作战。有意思，避难所居然还有升级这一说法，也不知道这2级避难所能够有些什么东西。转眼的功夫，1个小时已过，环顾了一下四周，也不过是刮起了一丝丝黄风。小一，注意了，正前方有魔物来了。小白，汇报一下魔物实力。腐化的小僵尸，最低级的魔物，不过就是炮灰而已，没必要浪费巨炮火力。小二，轰他丫的！没问题，你在旁边瞧好了吧？这就有点尴尬了，居然打歪了。没事，再来。我们这里谁都是第一次使用火炮，难免会有失手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炮弹很充裕。说完，小二调整了一下火炮的位置，再次点燃了引线。这一次，炮弹急速飞出，正中腐化僵尸群。小二，干得漂亮！今天晚上给你加个鸡腿。我操！什么？老板，你终于愿意把那2只鸡给炖了？星期五你瞪着我干什么？一边去，我不动你的鸡，你就放心吧。小二，要不我还是给你加1瓶酒算了吧？也行，不比鸡腿差。老板，我想试一下茄子酒。这是什么奇怪的搭配？不过
我批准了。第一波魔物工程已经结束，用时2分08秒，位列排行榜第1名。下一波魔物即将到来，请做好准备。这什么情况？魔物工程也分波次来的？也好，这样的话就给了我们充足的休息时间。终端机，下一波魔物什么时候到来？预计5分钟之后降临。还有5分钟，问题不大。小一，你们几个再去运一点弹药过来。星期五，你去拿一些水上来降一下温。等一下，肯定是一场硬仗。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8天，5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第2波魔物即将来袭。老板，这火炮威力也太大了点，之前那几只腐化僵尸的晶核都不知道崩飞到哪里去了，最后只找回来4个。问题不大，找回来几个是几个。我们现在还不能保证不会碰上火炮不能解决的敌人，所以必须得保留你们的体力，以防万一。注意了，小二、小三，又有魔物来了。这一波你们俩一起开炮，这一次魔物多了不少。没问题。话说着，小2和小3调整了一下火炮的位置，迅速点燃了引线，一炮轰下，魔物再次被轰炸到彻底消散。干得漂亮，这魔物工程岂不是就轻轻松松吗？小二、小三担心还有魔物活着。小白，快看看什么情况，是什么魔物活下来了？是狼人士兵级魔物，主要以速度见长。主君，我估摸着刚刚那一炮怕是被他给躲掉了，并没有给他造成伤害。见鬼，怎么碰上这么个难缠的家伙？小二，你们俩继续开炮。好的，老板。不行啊，老板，根本打不中他。换巨炮，小一开火。遵命，老板。随着一声令下，巨炮很快就被点。让人没想到的是，炮弹居然在空中破碎了开来，化作金属风暴席卷了过去。哇哦，金属暴雨，这是个什么情况啊？难道是固体弹丸承受不住发射的威力破碎开来了吗？这也太猛了吧！老板，这巨炮合成的值了。我也觉得，这不比火炮好用多了吗？很快，在众人的交谈当中，第2波次与第3波次之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却是迟迟没有听到动静。主君，怎么还没见着魔物过来？按时间来看，5分钟应该早就到了。不知道啊，难道魔物迟到了？不对，主君，我突然有一种预感。怎么说？会不会是我以前狩猎的太多了，把周围的魔物都处理干净了，没有能受到召唤前来攻城的魔物了？我操！这就离谱。那我们不会就这样直接算防守成功了吧？我觉得没多大可能，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第3波次魔物难度提升，把不该召唤来的魔物给召唤过来。不至于吧？那我岂不是被坑了？老板，你有没有感觉到地面好像在震动？好像是有一点点，这该不会是……老板，你看远处，那是什么？是大山吗？怎么还在朝着我们这边过来？不好了，主君，是5长级魔物巨石像。看来我们避难所实力太强了，这方世界的意识都特意更改了规则，弄来了足够毁灭我们的力量。小一、小二，你们俩快开火，用固体弹丸去阻击巨石像。可恶，对付这种东西，用爆炸弹丸可没有用，必须得用固体弹丸去摧毁它的关节，才可以让它停下来。随着炮弹激射而出，击打在巨石像的身上，溅起层层泥土。在将近打空了固体弹丸的储备过后，巨石像才堪堪倒下。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8天，就在刚刚，我们居然是击败了5整级的魔物巨石像，守住了第3波的魔物工程。通知，魔物工程完毕，避难所2级升级权限已解锁，总计用时17分23秒，位列排行榜第1，现可接受他人邀请，加入他人守城之战。老板，我们去不去帮别人？当然得去，这每少1名玩家就是一点损失，以后我们卖货少了顾客可不行。小白，主君有何吩咐？这是什么东西？巨石下的晶核，大吧？然而大小与级别无关，这仍然只能算是一个5长级晶核。就离谱。小白，你先把它丢避难所里面去，然后你和星期五一人带一队去帮助别人守城去。没问题，主君，我就带小一他们吧。就个人实力而言，我还是要比星期五强上一点的。的确，也好，但是千万要记得，打不过立马就跑，听到了没？好的，老板。主君。送走了所有人之后，我回到了避难所当中，看着还在运转的铸造塔，突然有了个想法。既然有这机会，我为何不去发一笔财呢？巨炮肯定是不能给的，但是之前守城用的火炮却是没有问题。出售火炮，售价100单位各种物资，
其中金属不能少于20单位。出售炸弹10单位各类物资，金属不得少于2单位。上架完余下的火炮和爆炸弹丸过后，我找上了终端机，想要了解一下2级避难所的全能。终端机，2级避难所我该如何升级？2级避难所需要如下基础物资，同时还需要1颗5斩级金核，同时还需要达成如下的要求。我喵喵的，居然还有人口的硬性指标。我算一下，我算一个，小白星期五2个，骄阳小一3兄弟6个，这还真就刚好差1个了的哦。其他的要求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是房间数量，还是说狩猎数量都达标了。由于魔物工程的缘故，尽管这一次我售卖火炮价格翻了不少，仍旧很快便卖完了。我看着物资一箱一箱的被交易过来，很快便有了打算。既然这次我有了这么多物资，不如优先考虑一下避难所的升级条件。终端机，这些物资你全都收走用来升级吧。接下来就是人口问题了。相比于其他人而言，我可是有着固定的人口来源，这优势可不是一般的大。老板，我们回来了。哦哟，这么快？我去的这家避难所实力其实倒也还行，但是第3波打不过，所以去帮了一手。现在我把物资搬回来了，准备去下一家了。说完，星期五在终端机上操作了2下之后，便被传送了进去。希望星期五可以多弄一点物资回来。我相信，相比于自己的小命来说，付出这一点物资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终端机距离2级避难所还差多少物资？这么看来，其实也并不差多少了，一点点金属和塑料而已。相对于所有人而言，木头和石头看来是真的不缺。也不知道我的矿坑向深处拓展以后，能不能挖到金属资源。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8天，就在刚刚，星期五再次接受了他人的邀请，被传送到了另一处避难所当中，准备参加守城之战。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星期五刚离开不久之后，便再次回到了避难所，同时他的身后居然还跟着2个人。星期五，这2位是？这位是我刚去的那间避难所的管理者，这位则是他家的大厨。你怎么出去一趟，把别人家厨子给拐回来了？不是，你的关注点不应该在这里吧？你不应该关注我吗？我可是那所避难所的管理者。哎，哦，所以这位兄弟，你这算是加入我避难所了？你可快别说了，这魔物工程也忒猛了点。时间回到几分钟前，大兄弟，你这避难所，恕我直言，多少有点寒酸呢。怎么了？你可别告诉我你守不住啊！我可是许诺了，你可以拿走我避难所所有物资的。总计13份各种基础材料，以及1个箱子。是啊，是啊。骄阳皓月咒语，收工了，回家。这家价格不太合适。哎，你别啊！你就算瞧不起我这点物资，我人你总瞧得起吧？然后我就把他给拐回来了。牛皮！所以这位兄弟，我该怎么称呼你了？叫我独眼小马就好了。哦，独眼小马，欢迎加入我避难所。我叫……知道，叫木鱼对吧？这沙漠之地不认识你的还真没有几个。哦哟，我这么出名的哦？那是出了名的奸商了，纯一狗大户。很快，2个小时的时间便过去了。除了新来的厨子以外，独眼小马也加入了星期五的队伍，一起去收取物资，帮助别人防守工程。终于，此次的攻城之战总算是落下了帷幕。辛苦了星期五，今天你们就先休息吧。那老板，你干什么去？最后缺少的一点金属也被你们给带回来了。我的话，该去升级2级避难所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我便将最后一批物资给送了过去。避难所升级条件已满足，避难所升级完成。公告：以下权限已解锁： 1. 士兵级金盒开放兑换2阶物资箱。2. 解锁避难所图纸拍卖板块，允许玩家之间交易图纸。3. 避难所基础模块图纸已发放。基础模块图纸，这不就是避难所房间吗？不错，看来我这些挖出来的泥巴房终于可以装修了。请注意，魔物工程防守战速战榜第1名奖励已下发。什么玩意儿？终端机，我获得了什么奖励？1次抽卡的机会。抽卡？这个我熟啊！快，我要抽卡！恭喜获得神话级图纸新世界。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魔物工程当天下午，我居然是获得了金色图纸新世界。
金色神话级图纸，这可是第8阶，也就是最高阶的图纸啊！真没想到这抽奖居然可以抽到这种好东西。要知道，我那个虚拟现实发生器也不过才是红色殿堂级道具，第5阶的存在。新世界图纸一次性道具，可以铸造一扇传送门出来，打开一片独属于你的专属小世界。我看了看图纸，上面要求的材料居然是如此的常见。奇了怪了，按照它的材料需求来看，最初级的甚至只需要石头就可以建造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我让星期五他们搬运过来了大量石头，只是片刻的功夫，传送门便被我给搭建了起来。这新世界虽然是一次性图纸，但它却是成长型的。现在我铸造出来的也不过是优良级新世界，随着以后不断对传送门添加材料并升级，最终才可以提升到神话级。话说着，我手中的图纸化作了一道白光，在天空中飘动了几下，便融入了石门当中。石门当中顿时光芒盛放。老板，你这又是在搞什么幺蛾子？停！什么叫做幺蛾子？快瞧瞧我刚造出来的传送门！怎么样，想不想一起去看看新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的？走啊，一起！主君，别忘了我。哟呵，有好玩的，不叫上我。小老板又跑哪去了？真不让人省心，别又跑什么地方作去了吧？随着众人眼前一道白光闪过，不知处在何处的一道石门突然亮起，随之而来的便是刚刚进入传送门的众人。小白，你挡着我了，让一下，让我瞅瞅这是。放眼眺望，这是一座不怎么大的岛屿，坐落在大海之上，远方还有一片连绵的悬崖绝壁，应该是一片大陆之类的。这新世界的大门后面居然是一座海岛。星期五，你这到家了呀？主君，这入了海没多远就过不去了，貌似有什么东西阻挡着我们。啊，这依我看应该是空气墙吧。我这新世界图纸虽然是神话级别的图纸，但我铸造出来的也不过是第2级优良级，后续随着等级提升，我估摸着边界应该也会变大。老板，我可以把鸡和牛养这里来不？没问题，这么大一片海岛，不养一点动物那也太浪费了。对了，还要种地。星期五你和周宇说一声，他不是会种地吗？就让他把这里开垦一下。好的，没问题。哎呀，哪来的 BGM？ 那边的老板。国下兴奋。小马啊，咋了，老铁？你觉得我这避难所怎么样？还不错，至少比我那破地方好。挖了半年了，也就挖出一大一小俩房间，太难了！你这鬼地方，居然还有海岛度假！我这海岛可不是度假用的，以后大概是会用来生产食物之类的。行吧，你是老大，你说了算。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在建造了神话级道具。新世界过后，我回到了避难所，清点了一下物资，除了各类资源，现如今还有了不少可以烹饪的食物。依我看来，这厨房应该得尽早提上日程了。现如今有了如此之多的食物，甚至连厨子都有了，再吃大杂烩就说不过去了。在避难所升级过后，玩家之间的蓝图交易系统已经解锁，想要收购成品图纸已经变为了可能。这就是问题所在了。这魔物工程才结束没多久，2级避难所估计也就只有我建造出来了。想要交易图纸，对方也得是2级避难所才行。哟，这不是小一骄阳吗？你们看起来脸色有点红啊。这不是刚结束一场大战吗？我们几个就约了去喝了一顿。行吧，反正今天也是放假，就不管你们了。好的，老大。对了，那个谁找你来着？你没接电话，记得回一下。哦，有电话。我换出终端机，看了看时间，刚好是我去新世界的时候。看来我在新世界终端机不会有信号的。我看看，这位是500，找我有什么事？出大事了，大兄弟！怎么了？有话好好说。你魔物工程完了，不知道有没有开过箱？截至目前，我已经开了20个箱子，与之前相比，开出物资的概率下降了30%。有这回事？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可能会失去开箱获取物资这个途径？是有这种可能，不过蓝图出货概率还是没有变。那还好，避难所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蓝图，物资的话想想办法也还能解决。对了，开箱还有一个惊喜，到时候就得你自己去发现了。什么惊喜？不等我把话说完，对面迅速挂断了电话。物资概率下降，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说他运气不好，但还是得注意一下。管他的，以后再说吧。再次踏足海岛，天色已经渐晚，
很久没有活动过的牛牛终于撒丫子跑了起来。哟，这不是独眼小马的大厨吗？我明天给你造个厨房吧，帮助你早日复工复产。我可真谢谢你哦，你人还怪好的咧。要什么厨房？你给弄个小推车就足够了。说的好听点，叫能炒的一手出神入化的蛋炒饭；说的实在一点，他只会炒蛋炒饭。就离谱。不过蛋炒饭也不是不行啊，就是我们岛上鸡不多，没俩鸡蛋。其实我还会炒河粉来着。你闭嘴！你这么说感觉好丢人啊。还不是你家避难所条件差。倒也是这么一回事来的。对了，大老板，我们脚下的这一片是海岛。没错，怎么了吗？你们之前炒菜是不是都没放盐的啊？我看你们貌似没有一点盐的储备。对哦，我就说怎么吃了这么多天口感这么奇怪，原来是没有盐。所以你想说的是？我们可是在海岛之上，这海水里全都是盐。我操！全民降临避难所第9天，一大清早的，我在大厨的伺候下喝到了一碗热腾腾的蛋粥。小老板，瞧见了吧？我不光是会炒饭炒粉，我还会熬粥。瞧把你给能的！按照今天的工作规划来看，小易几人除了固定要分出一个人去挖煤炭之外，另外2人则是和焦阳一起肩负着挖掘3个房间的任务。其一便是厨房，第二则是为皓月打造的铁匠铺，第3则是第2层矿坑。我记得矿坑图纸上是说，随着矿坑深度的提高，挖掘出来的资源种类也会变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再次来到海岛，我和大厨2人开始协力建造起晒盐场来。此时所有动物已经都被安置在了海岛上，由于空气墙存在的缘故，倒也不担心动物会跑丢，而海岛上能接触到的海水也并不深。大老板，你把那个桶子递给我一下，还有铲子也给我一下。还需要什么东西不？这样，你再去把那个独眼龙递给我一下。我劝你善良啊，我这可是在考察海岛的气候，我可没在摸鱼。老板，你瞪着我干什么？小老板，别挣扎了，快过来干活吧。之前你老勤快了来着。这不是看着他这么多人手吗？我也就摸一会而已嘛。摸鱼？对哦，独眼小马，要不你去负责钓鱼吧？钓鱼？我们避难所也没有鱼竿给我钓鱼啊。这不是有手吗？下去捉呀，直接。我操！快去快去！什么时候能实现烤鱼自由，就看你的了。现在离中午还早，不如你抓个10条鱼，我们烤着吃。我们不是有11个人吗？10条哪够？所以说啊，没有11条你就没得东西吃了。时间很快，一晃一上午就已经过去了。我和独眼小马的大厨成功的平整出了一块土地用来晒盐。大老板，现在我们只需要把海水引到这片空地上，等太阳晒干以后便会有盐结晶出来了。不过这些都还只是粗盐，在使用之前我们还需要反复兑水过滤出杂质才行。听起来好麻烦的样子，要不你教小马怎么做吧？反正晒盐炼盐不需要多少功夫，有的是时间让他摸鱼。老板，你真是个好人，是我误会你了。误会的确有点大。我说的摸鱼不是让你3天打鱼2天晒网，而是让你下海摸鱼，准备食物。老板也不能就这样逮着我一个人使劲的耗劳动力啊！生产队的驴都不是这么干活的啊！经过1上午的时间，当我再次回到避难所的时候，白英雄已经狩猎回来了4个金盒，其中有2个是士兵级魔物金盒，剩下的则是普通金盒。500好像和我说过，开箱有什么奇怪的惊喜来着，话又不说完就跑了。我倒是要看看会发生什么离谱的事情。很快，我便兑换了4个箱子来到了荒野上，由白英雄在一旁守候着，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惊喜。也不知道500说的资源获取概率减少是不是真的，最好是不要有这种事发生才好。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9天，我和白英雄抱着物资箱来到了野外，准备印证一下昨天500说过的话。兄弟，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过箱？这避难所升级了以后，开箱可是可以开出惊喜的。小白，你可要守好我了。就昨天500说话时候那一副诡计得逞的样子，他所说的惊喜准不是什么好事。放心吧，主君，有我在，估计是没啥意外。话说着，我用力一脚飞踢在一个箱子上面，待一阵白光闪过，我已经是躲出去了老远。小白，我开出来了什么东西不？没有呢，主君。阿正，开局一个谢谢惠顾，算了，管他的，反正就一个普通箱子而已。再次走到箱子前，凌空一脚，待白光闪过，居然是滚落出了一堆颜色古怪的石头。主君，这是什么东西？看上去和石头好像有些不大一样。这玩意儿
怎么看上去像是铁矿石？奇了怪了，以前不是直接开出成品材料的吗？怎么现在还可以开出铁矿石了？这是不是意味着随着穿越过来的时间增加，以后开箱也只能开出原材料来了？小白，你等下带一点回去给皓月瞅瞅去。好的，主君。没再多言，只是片刻的功夫，便将剩下的2个箱子给踹了开来。让人没想到的是，白光当中居然是吸出了一只魔物。说时迟那时快，白英雄瞬间我便将魔物给解决掉了。没事的，主君，区区普通级魔物而已，3两下就能解决的东西。我勒个擦，吓死我了！原来这就是伍佰所说的惊喜吗？不行，小白，以后我们避难所内，不管是谁出来开箱，都必须在你的陪同之下才行。我可接受不了你们任何人的损失。回到避难所，我来到了6楼，不免有些感慨。说起来，这也才穿越到沙漠当中不过9天的时间，避难所便已经扩建到了6楼，和原先相比，更是有了11位成员。大厨，你看到骄阳、小一他们了没有？他们啊，去7楼挖铁匠铺去了。哦，这么快的吗？行吧，你先忙着吧，我去找他们有事去了。来到7楼，叫停了正在挖掘的小一3人。小一，等下你们挖完了铁匠铺以后，就再分出1个人出来吧。怎么了，老板？我们避难所当中的房间基本上都是泥巴房，到时候分1个人出来把地板铺了，墙给砌了，会要好看一些。没问题，交给我就好了。再有就是海岛的发展也要提上日程了，但问题就在于我刚试过了，在海岛里面不光是连不上终端机，更是使用不了图纸，所以想要建造建筑，只能是靠我们自己。这就有点难办了，我们可没有会建造建筑的。这个简单，老板交给我好了。我们9兄弟当中可是有造建筑的好手。哦哟，按照你的意思，是想去帮我把你的兄弟给骗过来了？我的弟弟们会造建筑的有2个，我不太确定谁会过来，但我可以保证至少给你把老3给叫过来。可以的，可以的。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9天，海岛惊现大型海洋生物的骨架。老板，快来海岛看看，有不得了的东西被冲上岸了。哪里？不一会儿的功夫，独眼小马、白英雄、星期五、皓月，还有我统统传送到了海岛之上，亲眼目睹了那幅不明来历的生物骨架。我勒个擦，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也太大了吧！恕我见识不多，这具体是什么魔物的骨架还真不好说，至少我狩猎没有碰到过这种体型的魔物。嗨，你管它是什么魔物的干嘛？老板，要我说的话，等我铁针铁锤造好，我立马就可以把它拿去分解了，造成骨架。这骨头这质量，嘎嘎给力！依我看，虽然挡不了钝器，但一般的刀剑还是没问题的。暴脸天物啊，我的老哥，这东西拿去炖成大骨子汤，香的一批。你确定这炖出来不全是一股子鱼腥味？不是，你们关注的点真的应该在这里吗？你们不应该关心，万一这东西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威胁吗？海洋生物上岸，得了吧！我宁可相信星期五的牛君能360度打着转的从我们头顶飞，也不相信海里面有魔物能够上岸。话也不能这么说，海洋生物嘛，毕竟爬行类的还算是少数。老板，小心，有魔物冲上来了！很快，从海底冒出来的魔物发疯似的冲了过来。这是啥玩意儿啊？这不会是鱼人吧？没错，这玩意儿确实是鱼人，而且还是其中的好战种族鲨鱼人一族的小首领，5掌级魔物的存在。见鬼了！我海岛上怎么会刷出这种东西出来？一转眼的功夫，鲨鱼人冲刺了过来，一脚踩下，瞬间震飞出去了几人。反观刚刚打着转飞出去的牛，已经带着2只鸡跑出了传送门。见鬼了，跑得比我们还快！白英雄，你先撑着，算了，兄弟们快跑啊！跑回去拿炮过来，再把他给处理了。回到避难所，我一脸惊魂未定的看着白英雄和星期五一往如常的看着我。怎么了？难道你们不害怕吗？5掌级魔物，说踩脸上了就踩脸上了，一点反应的时间都不给的。小意思而已，这玩意儿防高攻低的，你看你这硬抗了一下，不也没缺胳膊少腿的吗？不行，我气不过。2营长，把我的意大利炮拿过来。很快，骄阳等人腰间斜挎着武器，嘿咻的推搡着火炮进入了传送门当中，准备找上鲨鱼人来为我报仇。小白，鲨鱼人在哪呢？不见了主君，我估摸着他是穿不过传送门，所以又回到海里面去了。可恶，怎么会碰上这种东西？居然可以无视空气墙的存在？难道空气墙也就只能限制住我们吗？
骄阳，你们不要松懈，巨炮居中，双炮各居左右，以防鲨鱼人再次从海底钻出偷袭。厨子，你去避难所内取一些肉食过来，朝着火炮落点的海域投掷，他绝对经受不起肉食的诱惑。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9天，新世界海岛突然遭到5长级魔物突袭，仅仅1个照面的功夫，所有人都飞了出去。再次回到海岛，这次却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老板，肉排都取过来了，这2天没有去交易来着，只剩下这点存货了。够用了，小白，你和厨子一人一边去把肉给丢进海里，看看能不能把它给勾引出来。接到任务之后，小白从厨子手中接过了几份肉排，随后便朝着海边奔去。不要一会儿的功夫，肉排便被全数丢入了水中。好了，老板，都丢进去了。我这里也完事了。可以的，现在只需要等着鲨鱼人上钩就好了。我就不信，在火炮的火力之下，他还能够活下来。很快，10几分钟便过去了。就在我们差点准备松懈下来的时候，海面上终于是泛起了波纹。只见一个绿油油的身影从水中一跃而出，皓月下一时的便点燃了火炮。一声轰鸣过后，火炮正中鲨鱼人。这就给他放倒了？不是，原来这玩意儿这么拉胯的吗？不是啊，主君，你怕不是对魔物有什么误会？这才是正常的5长级魔物的实力，就其根本还是因为巨石像的玩意儿灵性不高，所以才只有吸出5长级的晶核。实际上真让我去肉搏，我宁愿和百夫长级的去打架。啊，所以按照你的意思来说，刚刚那个鲨鱼人你其实是可以打得过的。打不过。那你还说敢和百夫长级的去打架？敢打是一回事，打不打得过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老板，晶核给你捡回来了。这个5长级的晶核看上去要小上不少啊。晶核的大小取决于魔物的体型，之所以这个晶核要小上不上，还是因为鲨鱼人没有那么大的体型。行吧，不扯那么多了，等我回避难所去研究研究这玩意儿该怎么用去。回到避难所后，骄阳3兄弟重新把火炮给安置在了军械库，而我则是再次打开了终端机，想要从他那里了解上一些情况。终端机，这个5长级的晶核除了能够升级2级避难所，还有什么作用不？还可以兑换2个2阶物资箱。这听起来貌似很不划算啊！当初在避难所升级2级之前，士兵级魔物的晶核也只能兑换2个1阶物资箱来着。看来想要用5长级晶核兑换3阶物资箱，还得等到避难所升到3级才行。终端机呼叫编号55500。来了，老弟。500，我这里有个好东西，看你想不想要？啥东西啊？等给我瞅瞅。那就这个5长级的晶核，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可以啊，大兄弟，你这运气咋还活着呢？5长级魔物都碰上俩了，这么倒霉啊！能不能说点好话？我这也有了好东西，可就想着你去了。行，刚好我升级避难所就差这玩意儿了。这样，我拿一张第3阶精英级图纸来和你交换，怎么样？哦，你准备用什么图纸来和我交换？就这个机械西瓜虫。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在击败了5长级魔物之后，我居然是拿他的晶核交易到了一辆机械载具图纸。老板，500那货就是纯粹的在坑你。什么情况？展开讲讲。我就先不说这玩意儿靠晶核作为能量驱动动力，再一个我们也没得制造它的材料啊。造这玩意儿需要什么材料来着？刚看了一下，虽然大部分还是1级材料，但它还是需要2级材料才可以建造的。哦，让我看看。机械西瓜虫需要材料1级金属120单位，2级金属30单位，电子元件20单位。哦哟，看来还真有点问题啊！2级金属锭，我好像还没见过的样子。这玩意儿得上哪去找啊？2级金属锭只需要使用1级金属锭反复锻造捶打便可以获得。2级金属锭相较于1级金属锭而言，硬度将会获得极大的提升。星期五，你看这材料也不是不能获得的嘛。带着星期五，我转头找上了刚刚大战完，正坐在宿舍里的皓月几人。骄阳，老板，你说。骄阳，明天星期五去你们部落交易的时候，你就跟着他一起去吧，争取一下，尽量把你的兄弟们给邀请过来，加入我们避难所。好的，明白。再一个，皓月，锻造这件事得提上日程了。我们避难所附近荒野当中的魔物基本上都被小白给狩猎干净了，眼下最好的情况就是往沙漠深处去。正好我现在获得了一个载具，需要你锻造出来的材料。没问题，我先躺一会儿。
等下就去琢磨一下铁针这玩意儿怎么弄过来，大不了我捏一个模具出来，直接用浇筑塔去浇筑一个就完事了。行，你心里有数就好。说起来，什么东西这么香啊？你们在宿舍里面吃什么了？这味道一直没散。刚大厨炖了一锅鱼头来着。你们没给我留一点，好歹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因为鲨鱼人入侵，到现在还没吃中饭的来着。你去厨房找厨子吧，他应该还给你们留了。来到厨房，我循着鱼香四处张望着，立马就找上了厨子的身影。老板你来啦，快过来快过来。剁椒鱼头呢，快点给我也整2口。你这一跑回来就做好吃的，居然不叫上我。等下老板，我这有别的给你准备的。是什么好吃的？快给我瞅瞅，我这穿越过来多少天了，吃的东西真不是人吃的。油煎酥鱼，怎么样老板？快来尝尝味道怎么样？由于太久还没吃上一口午饭，3口2口的，我便站着就把油煎酥鱼给吃了个干净。好吃，太好吃了！有你这手艺，以后看来是有口福了。说起来老板，这油虽然是我煎猪肉的来的，但是鸡蛋一可不好找。不就俩鸡蛋吗？反正我们有母鸡，以后你留一半给他们孵就好了，剩下的都可以拿去用。这正是我想说的，俩鸡蛋可不够用，所以我刚刚又再交一行，背着你买了3只母鸡，现在给你报备一下。我操！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10天，为了尽快满足重型运载机械西瓜虫的建造材料需求，我带领着小一几人连夜加班，终于是在第2天清晨完成了矿坑2层的建设。此时距离魔物工程已经过去了2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打开了聊天面板，想要看一下众人2级避难所的建设情况。各位，你们2级避难所现在建的怎么样了？快别问了，再能有几个人建成了2级避难所啊？咋的了？你想收购图纸了？巧了，我这里有，找我就行了。12345，你是真的狗！之前帮我们防守魔物工程，把我们的材料全要走了，现在反过来倒打我们一耙，问我们升级了2级避难所没？就是，这做的也太不是人事了。还有那个人口的硬性指标，这谁能完成得了？我到现在避难所也就3人，还包括了我在内。好了，你们别叨叨了，孙子兄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据我的统计，现在完成了2级避难所升级条件的只有17人。这么少的吗？你确定？你这是咋统计的呀？前几天我们所有2级避难所拉了一个群聊来着，你不也在里面吗？啊哈，有这事？我一般贸易情报这些事情都是让星期5在负责，估计是他觉得不重要就没和我说吧。几位，这里是公共聊天频道，要聊自己私聊去。哎，我去，吓我了！木鱼大兄弟，你快给我过来！不是，你又咋的了？你不是和我说那个鲨鱼人你给解决掉了吗？是啊，是没错。今天我又跑过去抓鱼来的，隔了老远就看着一扇鱼鳍在水里面飘着，那分明就是鲨鱼人的背鳍啊！不是吧？难道我那海岛周围有一个鲨鱼人部落存在？小马，你把白英雄叫上，跟我一起去海岛上看看。回到海岛，此时的海岛上已经堆积起来了大量的粗盐，只待加工便可以食用。传送门旁边，星期5的牛和4只小鸡都老老实实的待在了传送门旁边，警惕的看着海面。不是吧？他们这都做好了跑路的准备了吗？说起来，这海岛真如我所预料的一样，周围有鲨鱼人部落的存在。那我岂不是就可以大肆生产5长级的晶核了？隔得老远，我看着海面之下有一片绿色的东西在那飘荡，若是不出意外的话，那便应该是独眼小马之前看到的鲨鱼人了。好家伙，我突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主意。怎么说？你脑袋里面又冒出什么奇怪的想法了？本来在我的规划当中，这片海岛应该作为我食品生产基地的，但既然它可以稳定产出5长级的晶核，索性我干脆把这座海岛建造成壁垒吧。好家伙，我觉得这个可以有。请问一下这位大奸商，既然你想开刷5长级晶核，那你准备开多少价格呢？你看，现在所有人都缺5长级魔物的晶核升级避难所，对不对？这倒没错。那我开价20个一阶物资箱不过分吧？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10天，神话级道具新世界当中再次惊现鲨鱼人。不出一会儿的功夫，小一等人便搬着火炮来到了海岛之上。老板，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鲨鱼人再来，保准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行，我就先回去了，反正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等星期5和骄阳从部落交易了肉食回来以后，
若是鲨鱼人还没有自主登陆，我便让他们将生肉给你们送过来。对付他还是老方法就好了。主君，那我呢？是不是得在这里守着他们？最好如此。你们的个人实力虽然是有，但5长级魔物还是要强上不少的。而且小白，如果5长级魔物的金盒卖出去，可以换回来20个1阶箱子，那你也用不着出去狩猎了。说起来也是。那行，以后我便在海岛上面守着了，见着一个宰一个。当然，你也别吝啬肉食，每天丢一些在海里面，勾引他们上岸。好的，主君。回到避难所，我呼出了终端机，准备记录一下现在各位的工作状况。小白和小一3兄弟现在在海岛蹲守着鲨鱼人，狩猎5长级金盒。骄阳和骤雨负责挖矿，皓月负责锻造打铁，大厨则是管着农作物和每天的食物，星期五则是作为管家在忙活着，同时还要负责海岛上动物的照料和晒盐。这么看来，貌似也就小马一个人没事情做哦。摸鱼大兄弟，我可是要在海岛摸鱼的好啊，这多少也算是个正经的工作。海岛那边我看你是不能去了，不如这样，等到时候虫在西瓜虫造好了，你和我一起外出探索如何？也行吧，反正那玩意儿有个那么大的机舱，到时候你在里面躺着也不是不行。有这好事，那我可就接受了啊。转眼的功夫，几个小时过去了。外出贸易的星期五和骄阳回到了避难所。当我外出迎接他们的时候，果然从他们的身后看到了一个新的面孔。哟，星期五回来了，骄阳，这位想必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3D风暴了吧？正是，我可是听大哥说你需要一个建筑师，所以立马就来了。老板，我这3D 建筑的工艺可是要比另一个好多了，要不是我们村子会建造的人不多，另一个也早就被我给拉过来了。够了够了，骄阳，你先带他去宿舍认一下路。今天是你到来的第1天，我让大厨做点好吃的给你，明天可就要开始工作了哦。没问题，我来这里便是为了建造。好一阵子过后，我再次来到7楼，一阵一阵的打铁敲击声在7楼回荡。哦哟，皓月，你总算是把铁针给做好了。老板，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商量一个事。怎么了？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就好了。老板，要不我们把楼上那一间房间用作铁匠铺吧，我在那里可以直接用浇筑塔去熔炼金属，就不用另起熔炉了。没问题，怎么方便怎么来。就目前而言，你这里的锻造才是我们避难所最重要的工作。放心吧，也就30份2级金属锭而已，我看了一下评判标准，明天中午之前我就给你全弄出来。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11天，随着昨日骄阳家老3风暴的加入，避难所一切发展开始步入正轨。负责锻造打铁的皓月也从铸造车间传来喜讯。老板，你之前开箱出的那个破石头，你还记得不？你说的我身后这些，当然记得。那玩意儿我看着就像铁矿来着，怎么了？有什么说法吗？是铁矿没错，但是等我把它冶炼出来以后，居然够2级金属的标准，你敢信？这么离谱的吗？那岂不是说你很快就可以给我贝奇制造机械西瓜虫的材料了？那是当然，本来还得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才可以完成的，现在好了，可以节约7、8个小时，中午之前给你全干出来。太好了，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时间一晃来到中午，避难所外已经堆砌起了足量的金属和电子元件，不用我过多吩咐，原本在挖矿的骄阳骤雨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转而投入了建造当中。老板，把那边金属锭都给我递过来一下，顺便过来帮下忙，早点完工是个事。我他妈来了！2个小时不到的功夫，机械西瓜虫被成功的制造了出来。由于使用了更多的2级金属来制造这台机械，居然是让它品质从精英级升到了第4阶的大师级，其机甲外壳的防御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完工完工！来人啊，快给我拿点能源过来，我要出去转几圈。那个，老板，这玩意儿为了减轻自身重量，能源引擎可不能使用煤炭等寻常燃料来供应能源，只能用晶核啊！啊，这糟糕了！避难所内所有晶核都被我拿去开箱去了。昨天下午到今天也不知道小白他们弄到了5长级晶核没有。你们别急，我去看看去。来到海岛，小一3人依旧警惕地盯着海面，防止有魔物偷袭。一旁，暴风正在打造着一间小木屋，好让小一等人究竟有个休息落脚的地方。小白，怎么样了？你们在这蹲守到了多少鲨鱼人？还不错，昨天晚上干掉了一个，今天上午又发现了一个，现在正等着他上钩呢。那正好，那个金盒你们放哪了？快拿给我来用用。那主君你拿去。对了，我们现在炮弹不是很足了，你看要不要再铸造一些？肯定要啊，5长级金盒卖不了多久，市场就会饱和。现在的话就不要吝啬任何东西了，能多搞一点是一点。
好的，明白。小一，你过来一下。怎么了，老白？就麻烦你回避难所铸造一下炮弹，记得要速去速回。揣着5长级晶核，我回到了野外。老板，我们刚刚研究了一下，这晶核功能是真的坑。这一阶晶核只能功能3小时，2阶8小时，3阶也就是5长级晶核，居然只能供应1天的能源。能源消耗这么多的吗？看来我要外出探索的话，就必须多准备一点晶核了，要么就以战养战，在路上多狩猎一些晶核，才能保证这玩意儿不会趴窝了。问题不大，骄阳，帮我准备一下物资，趁着今天天色还早，我出去转悠一趟。没问题，给我半小时，全给你准备齐了。记得多给我备一点水，这沙漠里面的天气越来越不是人待的了。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第11天，就在刚刚，我造出来了重型载具机械西瓜虫。不出一会儿的功夫，便准备好了物资，准备去沙漠腹地的边缘浅浅探索一波。小马，快给我上来，准备走人了。你还在下面磨磨唧唧干什么呢？大兄弟，你不是说可以让我躺在机舱里面歇着吗？你这怎么突然又反悔了？这么大的太阳，我会晒成白英雄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特意把钢铸造好，准备拉去海岛的火炮给要过来了吗？就我们俩这武力值，你心里也清楚，没你开炮的话，说不定遇到个魔物，还真就立马跪了。行吧，老板你让让，我他妈来了！告别了骄阳、小白等人，我和小马乘坐在西瓜虫上，飞速地向着沙漠当中深入，想要去探索一下这避难所的周遭，除了黄沙，究竟还能遇到一些什么东西。停！快停下！小马，你刚刚没看到什么东西吗？你发现了什么？快带我去看看！刚刚我可没有注意这四周的环境。在我的操控之下，西瓜虫调转了个头，重新向着过来的地方走去。不过这次在速度上要慢上了许多，以防错过刚刚在我眼前一闪而过的家伙。老板，我看到了，在那边沙堆里面，让我仔细瞅瞅，这玩意儿是……老板，这居然是一个物资箱！物资箱？奇了怪了，为什么沙漠里面会有这种东西？这不是我们避难所才能产出的道具吗？老板，你让让，我要去试一下手气。不等我把话讲出来，小马快速上前，一脚踹在了箱子上面。哟呵，这是什么玩意儿？一张破纸片子。小马，你不也是避难所的拥有者吗？你难道没见过图纸？图纸？原来这就是图纸吗？嘿，你猜怎么的？我还真没开出来过。那你这运气也实在是太背了一点吧。来，图纸给我，让我看看你开出来了什么好东西。外用创伤药膏，优良级药品，可以加速伤口止血结痂以及恢复的速度，带有轻微的致幻效果。太好了，居然是创伤药的图纸。这避难所的世界里，谁敢说自己不会受点伤了？说它是救命的玩意儿也不为过。老板，我看他好像是要制药桌才能制药来的，你有这玩意吗？有啊，怎么没有？想当初我从别人那里交易过来个制药桌图纸，老后悔了。总共3个药品图纸，居然是药酒、小孩隔壁丸和印度神油，这你也敢信？老板啊，就你这运气，哪好意思说我手气背的啊？收好图纸，我和小马两人在物资箱的周围转了几圈，想要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一点别的东西，顺带的也想看看能不能弄清楚物资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小马，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不远处的地面有一片沙土隆起，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沙土底下居然是反射出了金属的光泽。小马，我猜的没错的话，这玩意儿肯定和那个物资箱有关，说不定凭借着这一点点线索，我们就可以推理出完整的原因出来。全民降临避难所求生，由于跑到了野外探索，我和小马竟是捡到了某种机械的零部件。当我再次在周围搜索时，竟是又发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玩意儿。大兄弟，这玩意儿都捡到哪了？也没看出来什么头绪啊！这东西我看起来怎么感觉有点像载具的轮子样的？小马，你再在周围找一下，说不定还可以发现什么。果不其然，没过一会儿的功夫，我们便在周围再次找到了一块残骸。如果组合一下的话，不难看出，这居然是一辆摩托车载具。奇了怪了，这沙漠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科技侧的载具残骸？难道还有人比我发展还快吗？我记得的之前500说过什么来着？大兄弟，据我统计，现如今有17个2级避难所。2级避难所不可能只有这么点，肯定还有很多没有统计到的。换句话来说，发展程度与我相当的，在这沙漠至少也得有20-30个。而且这还只是我沙漠之地的数据，别的地区说不定就更多了。小马，时间不早了，准备回避难所去了。等一下，
我好像又找到点什么东西，你让我再挖一下。几分钟的功夫，在那挖掘着什么的小马突然大喝一声：“我操！”1-M16A4突击步枪被他从地下拔出。老板，你等一下，这沙子里面还有硬的东西，让我再摸摸。眼瞅着小马再次投入了挖掘当中，我也没有闲着。一会儿过后，我们竟然是在发现 M16A4 的周围找到了几个已经打空了的弹夹。老板，你说这些东西都是从哪来的？说不准，依我看，多半是有什么势力从这里经过，与另一方人起了冲突，然后才造成了这一局面。而物资箱也是这时候掉落的。那就不得不考虑一下对方的实力来了，先是沙漠摩托，又是自动步枪的，到底还有什么是他们拥有的？不说那么多了，尽快返回避难所，看来这沙漠里面也要不安全了。返程途中，我和小马一言不发，渐渐的，只觉得眼前的风沙越来越大。老板，起风了！不，我觉得不像是普通的起风了，更像是一场气候灾难。见鬼了，怎么这么倒霉，偏偏碰上了这种天气。站在机械西瓜虫上，我极目眺望远方，果不其然，一场沙尘暴正在靠近。不行了，小马，再这样下去，我们会彻底被笼罩在沙尘暴当中的。我们快进机舱里面去。说完，我和小马二人立马停下了西瓜虫，跳了下去，转身便打开了舱盖，钻了进去。狂风呼啸，沙尘暴转瞬间吹了过来。老板，怎么办？看这样的，这沙尘暴估计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下来。没办法，还好我们要来的物资够多，都经过了简单的烹饪，够我们俩活个2-3天的了。老板，你要不打个电话和我的厨子报个平安吧，我怕他们出来找我们，太危险了。好的，你等我掏终端机出来。哎，我那个便携式终端机怎么不见了？等下，老板，我好像注意到你的那个终端机去哪了，就在刚刚你跳下机械西瓜虫的时候，把它给甩飞出去了。